谁能想到，我只是网购了一包零食，却被随包赠送的戒指带到了末世，而全身上下除了一包零食外，什么也没有了，这也太坑了吧！等等，好像前面有个美女，这身材这气质，妥妥的美女，没错了，运气不错。只是她的身体在颤抖，好像在哭泣。我急忙走上前去，拍了拍她的肩膀，她明显愣了一下，然后回过头，我差点吓跌倒。她不是在哭泣，而是在吃东西。她是丧尸，我转身就跑，丧尸紧随其后，我拼命跑，丧尸玩命追。可是我们真的不合适啊！我才20几岁，我还不想死，怎么刚穿越就要被嘎了？这不符合逻辑啊！我不玩了，我要回家。唰，戒指一闪，我竟然回到出租屋。真的吗？我使劲揉眼睛，没错，是回来了，这么容易就回来了。等等，难道我可以在2个世界来回穿梭？这么好玩的，我得试试。我要回去。唰，女丧尸近在咫尺，我的小心脏又给吓停了一半，但马上又淡定的和女丧尸挥手打招呼。嗨，我们又见面了。女丧尸愤怒的嘶吼着朝我跑来。回家，立刻马上。唰，再次回到出租屋，这也太刺激了，太好玩了。不行，我还想再玩几次，然后又是一次。好巧啊，你是在找我吗？回家。嗨，你真的好丑啊！回家，你快来追我啊！回家，有本事你来咬我啊！回家。反复调戏了10几次女丧尸，当我再次出现时，女丧尸竟然一把夺走了我手上的戒指，然后扔进了她的口里，我直接被整懵了。完了，没了戒指，我不是就得永远待在这里了吗？我不要！我发疯了一样把女丧尸扑倒在地，不停的击打着她的肚子。你快给我吐出来，快还我戒指！在我不停的攻击下，噗！女丧尸把戒指吐了出来，只是她竟然吐进了我的嘴里。我站起身一阵恶心，但还是强忍着把戒指从嘴里拿出来，赶紧戴在手上。而此时，女丧尸再次站起身来，正准备开溜回家时，耳旁突然传出一声枪响，丧尸被打倒在地。一个美女端着枪走到我面前，用还冒着白烟的枪口顶在我脑袋上，冷冷的对我说：“举起双手，接受审讯。”谁能想到，我因为网购零食，店家送我一枚戒指，而意外开始在末世和现代来回穿梭。于是我决定把末世的黄金带回现代。接上吧。姓名：陈阳。性别：美女。难道你这大眼睛是假的？自己不会看啊？少废话，问什么就答什么。性别：男。你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我们营地附近？还有你的背包里是什么？我说迷路了，你信吗？这个包里都是吃的，给你这个。美女看着饼干咽了口水，一点也不客气，拿起饼干狼吞虎咽吃了起来。吃完后立马两眼放光的说：“如果你迷路了，我可以给你做向导，但是你要支付给我刚才那种好吃的东西。”我点点头表示成交。达成雇佣关系后，美女李露就领着我来到棚户区，这里破破烂烂，和难民营差不多，好多人都饿到没力气，直接躺在了地上。李露说，这里的人经常好几天才勉强能有一点吃的，难怪李露看到我给的饼干会两眼放光。李露带我来了一间屋子，说这是她晚上睡觉的地方，让我随便坐。尼玛，这还真是随便坐。随即我急忙问李露，你们这里用什么货币交换东西？李露愣了一下说，我们现在都是拿东西换东西，大灾变10年，金银纸币早都没用了。听到这话，我脑袋飞速的转着。那你拿着我的背包，帮我把里面的食物都换成金子和银子。那玩意有什么用？现在它的价值就和路边石头差不多。说着李露打开包，表情瞬间凝住，几秒后才反应过来，赶忙改口说，你在这里等我，我现在就去给你换。不一会的功夫，李露就回来了，很吃力的把包放在我旁边。我看了看包，里面装满了黄灿灿的金子，长这么大，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金子。一包零食竟然换回来这么多金子，还有这么漂亮的美女为了一包饼干唯命是从，我太爱这里了。这时李露又顺手给了我一支1阶的强化药剂，这个给你，你一看就是普通人，不是强化人。我不知道你没有武器是怎么来我们这里的，不过我觉得这个药剂你应该可以用得上，这个药剂纯度很高，你直接注射就行。我点点头，看着这么多黄金，哪里还有心思管其他的，迫不及待的背起装满黄金的包，就想赶快回去。好了，我要走了，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明天我再过来，我们继续合作。说罢，我一溜烟跑出棚区，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回家。谁也不会想到，我因为网购零食店家赠送我一枚戒指而意外穿梭到末世。于是我用一包零食在末世兑换了10公斤黄金，并且成功穿梭回现代。紧接上集，我光速回到出租屋，合租的2个美女还没有回来。我小心翼翼的把金子藏了起来，看着强化药剂，犹豫了几秒钟，想了想李露没有理由害我，于是我选择相信她，将药剂扎进了自己身体，但是并没有什么明显反应，心中窃喜，肯定是自己身体素质比较好。但是打脸来得很快，痛，全身剧痛。
全身肌肉，好像在重组般撕裂般的剧痛。生孩子也不过如此了吧？虽然我还没有生过，几分钟后痛感终于消失，衣服也已经被汗水浸湿。我一个箭步冲进卫生间，快速冲完澡。咦，我的身材居然变得这么好了，这倒三角，这肌肉，我都开始相信自己了，哈哈哈！窃喜后心里想着，这个最低级的强化药剂都这么厉害，那么高级的强化药剂会有怎样惊人的变化？心里边想着，边走出浴室。就在这时，出租屋的门突然被打开了，是美女舒雅回来了。今天回来这么早啊？试镜没通过。说罢，舒雅把目光落在我身上，突然笑着点点头。身材不错吗？说完转身就走了。我这才发现自己竟然没有穿衣服，太丢脸了，赶紧回到卧室，快速穿好衣服。舒雅，为了对我刚才的行为表示歉意，晚上请你吃饭吧。好啊，吃饭可以，道歉不用，毕竟吃亏的是你不是我，哈哈哈。听到这些，我急忙带上装满黄金的包，红着脸逃出了门。走在路上，我明显的感觉自己身体充满了力量，视力也比之前看得更远更清楚了，还有听力、嗅觉、味觉，看来这个强化药剂对身体素质的提升还是很全面的。片刻功夫就到了一家黄金店铺门口，因为黄金的金额比较大，所以是店老板亲自接待的。老板仔细看了看黄金，最后满意的点点头。经过我们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以84万的价格成交了这3000克黄金。交易完成后，我走在路上，心中抑制不住的兴奋。要知道自己床底下还有10多公斤黄金，感觉自己已经距离人生巅峰不远了。突然突兀的手机声打断了我的思绪。屎的吧？不是，我是来吃屎的。我把从末世带回来的部分金条换成了84万，正走在路上，这时我的电话响了，是大学舍友吴广打来的。接通了电话，吴广焦急地问：陈阳，我今天碰到冯家，听他说你被公司辞退，现在失业了，你快要交房租了吧？我这里还有一些闲钱，要不你先拿去用吧。听到这里，我心头暖暖的。不用了，就你那点可怜的积蓄，还是你自己留着吧，我宽裕得很。行了，和我你就别打肿脸充胖子了。真的不用，前几天我做了点小买卖，赚了一笔。冯家是怎么知道我失业的？自从分手后，我没和他联系过啊。在我不断的逼问下，吴广犹豫了下，说：是蒋景龙那孙子和冯家说的，那孙子一直对冯家有意思，而你之所以突然被辞退，就是那孙子从中作梗，公司是他家的。好的，我知道了。随便聊了几句就挂了电话，不经意又想起了冯家。冯家和我是同一所大学，我们一起好了3年，直到大4和平分手。因为冯家想找一个本地有房子的男朋友，而当时我的条件完全没有一丝可能，可是现在我有了。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加快脚步，回到出租屋又拿了10几根金条。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我分别跑了好几家黄金店才全部处理干净。最后我的银行卡金额多达410万，这笔巨款让我亢奋了很久。过了好一会，我才想起今晚要请舒雅吃饭，拿出手机打给舒雅。小雅，丹丹回来了吗？今晚请你们去白家大院吃顿好的。白家大院，你疯了吗？人均要500以上，你中彩票了？和中彩票差不多，那你就直接坐地铁过去吧。不用这么奢侈了，丹丹今晚加班回来到半夜了，就我们2个人，我们随便路边撸个串就好了。最后在我一再坚持下，舒雅才挂了电话。我毫不犹豫的打车到了白家大院，有钱任性的感觉真好，我突然很想活个500年，哈哈哈。吃完饭正准备离开时，突然有人叫着我的名字。陈阳，你怎么在这里？原来是冯家，身旁还站着蒋景龙。真巧啊，京城这么大，2000多万人，没想到出来吃个饭都能碰到。蒋景龙嘲讽的说道。陈阳，我没听错吧？这地方你吃得起吗？上学时候你的午饭都不敢花超过10块，我听说不久前你刚被公司辞退，现在还没找到新工作吧？房租能交得起吗？说罢，看到陈阳身旁的舒雅，猥琐的走到舒雅旁边，露出贪婪的目光，彬彬有礼的伸出手说：美女，你可别被他骗了，他穷得很。舒雅也没搭理他，直接挽住我的胳膊说：我男朋友什么情况，我比你清楚，不用你在这里说3道4，我不在乎他有没有钱，反正我有钱。说完拽着我的胳膊就往外走。坐在车上，舒雅解释说，刚才挽我胳膊就是看不惯蒋景龙的嘴脸，故意气他的，让我别往心里去。这小妮子果然是人美心善，心里想着。回到出租屋，我就下定决心了，开一家游戏公司。毕竟频繁的从末世带回金条也不是长久之计，总有一天会露馅的。只有在现代开创自己的事业才是正道。而末世大灾变刚爆发10年，即使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可是那里30到50岁之间的人脑袋里的知识还是存在的。
如果让他们为我工作，人工成本直接低到忽略不计。毕竟李璐的月薪也不过是15包辣条而已。想着想着，竟然睡着了。谁能想到，我在超市随手买的廉价大白菜，在末世却成了稀缺物，而价格昂贵的电脑在末世却被称为老古董，没有任何价值。紧接上集，我只睡了6个小时就醒了。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在网上找了一家代办，把要成立游戏公司的所有繁琐手续都丢给了他们。然后我就去了最近的一家超市，拎了2大袋子食物回到出租屋。为了避免麻烦，我没有采购那些有包装的食品，而是买了一大堆生肉和蔬菜。之前带去末世的零食也不多，应该差不多消耗光了，否则被有心人看到生产日期，难免会引来麻烦。我看着2大袋子食物，心里想着东西少还好带，如果多了自己2只手也拿不过来。正在苦恼的时候，只看到手上的戒指忽然闪了一下，紧接着眼前的2大袋子食物就消失不见了。什么鬼？不过我很快就看到自己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1立方米大小的空间，而那2个大袋子正安静地堆放在空间角落里。我尝试着下达了拿出的指令，2大袋子又重新出现在了我的卧室里。这是亚空间，真是太惊喜了。我和2袋子食物一起消失在卧室里。我拎着2大袋子推开李璐的房门，李璐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一个箭步直接抱住我。他说他害怕我再也回来。我一紧张，2手一松，袋子直接掉在了地上。李璐慌忙松开手，看向袋子。天哪，这是蔬菜，真的是蔬菜。上次见到蔬菜还是我小的时候，那时候大灾变尚未爆发。李璐满眼崇拜地看着我。我回去想了想，那些零食你也填不饱肚子，以后我就用蔬菜和生肉给你结算工资吧。今天我带着这些食物过来，是想让你帮我再雇佣一些人手，忠诚度要高，条件是要懂得电脑编程的程序员，最好是能做游戏的那。电脑？你指的是几百年前风靡世界的那种原始产品吗？李璐一脸惊讶。原始产品？电脑这种东西都能用原始这个字形容了吗？真是毙了狗了。对，是不是很难找？我不清楚，大灾变之前我们使用的都是智脑了。这样吧，我带你去见一个人。大灾变前，他是一家科技公司的技术主管。李璐带着我进了一间屋子，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大叔正在小心翼翼地提着一只半米大的老鼠尸体皮毛。看到我们来了，只是抬头看了一眼。小陆，你今天可有口福了，你魏叔我刚猎到一只成年灰鼠，今天总算可以饱餐一顿了。等会我处理完了，把2条后腿都给你。魏叔，我今天可不是来蹭吃蹭喝的，是来给你介绍工作的。我旁边这位叫陈阳，是我现在的老板，他愿意提供非常丰厚的食物作为报酬，雇佣一些人手，前提是要符合他的要求。魏叔是吧？如果你能达到我的要求，我每个月给你30斤米面，10斤生肉如何？可以预付。魏叔猛然起身。你说的是真的？魏叔，我可以担保，我的棚屋里现在就有很多老板给的生肉。陈阳先生，我确实是这里最懂智脑的人，但是我的技术，说实话，比较一般。如果是尖端的智脑技术问题，我恐怕无能为力了。你误会了，我想让你做的事情和智脑无关，是电脑。电脑？那都是老古董了吧？智脑发展学科里对电脑有过详细的描述，不过那东西太过原始了，和用户之间的交互体验也过于糟糕，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天呐，电脑在他们眼里都是这么落后的，这科技代差造成的认知区别实在是太蛋疼了。谁能想到，这个美女端着步枪，小心翼翼地防备着所有不怀好意的人，穿越30公里，就是为了护送她衣服里的一颗2毛钱的大白菜。紧接上集，我需要的其实就是懂电脑那种原始技术的人才。你既然知道电脑，那么应该清楚电脑的运行规则吧？如果现在给你一台电脑，你能用电脑进行编程吗？魏叔愣了一下。尼玛，这不是相当于问我一个开挖掘机的驾驶员能不能用铁锹挖土一样吗？这算是问题吗？根本就是有手就行好吧。陈阳先生，电脑编程我虽然没有接触过，但是给我一台电脑，最多2-3天我就可以完成所有的编程操作。只是这个有什么意义？电脑和智脑在维度上的差距，就像是和武器同水果刀之间的差距一样，甚至更大。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可我总不能直接拿着碾压时代的智脑回去吧？那我不就是大傻逼了？快人1步是天才，快人10步那可是妖怪。魏叔，我不喜欢解释，我雇佣人只希望他为我工作，而不是问我问题。魏叔看我不耐烦，紧张地说：能，没问题，没有任何难度，唯一的难点就是我不知道去哪里找电脑。电脑我来解决。还有其他需求吗？如果再有一台智脑就更好了，电脑里运行的复杂程序，智脑里几分钟就可以完成编程了，配置最低的就可以了。好，我知道了。你现在就是试用期了，回头找李璐领取预付的食物吧。回到李璐的棚屋，我把买智脑的事丢给了李璐，顺便告诉李璐，我打算把李璐所在的聚集地灰鼠地发展成自己的基地，
李璐点头表示同意。既然要发展自己的势力，那么强化药剂自然少不了，同样由李璐负责购买。我回到出租屋后，很放松地伸了个懒腰，因为我只花了1个月400块钱的成本，就雇佣了一位技术总监级别的程序员。接下来就是去买电脑了。我来到电脑专卖店，找到舒雅。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我要买一台你们店里最高配置的台式机。你要开游戏公司做游戏，又不是自己玩游戏，店里最高配全下来的小10万，性价比极低，根本不合算的。舒雅惊讶地问道。没关系，我有用。舒雅看我一脸认真的样子，也没再说什么，给了我一台最高配的电脑。而此时，末世的李璐怀里揣着一颗大白菜，端着枪走在破旧的街道。而在这座距离灰鼠地30公里的城市里，沿途所有的幸存者个个不怀好意地盯着李璐，如果不是因为畏惧李璐手里的枪，那一定会把他撕碎。要知道这里没有男女之分，只有强弱。经过2小时路程，终于到了医生协会分销处。医生正坐着发呆，看到李璐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李璐从衣服里掏出大白菜，医生使劲揉了揉眼睛，以为自己眼花了。10年了，水果和蔬菜已经变成所有幸存者的回忆了。哪怕你站在末世之巅，一句话可以定人生死，也根本吃不到任何新鲜的水果、蔬菜。下一秒，医生回过神，从桌子上弹跳起来，直接冲过去将店铺大门用力关死。李璐毫不犹豫举起自己的枪，而医生只是看着大白菜。别看我在这个偏远的分销处，但是我已经是一名9阶的强化人，你的武器对我威胁不大。李璐瞬间呆住，这个小地方不是应该最多安排个5阶吗？怎么还安排了个9阶的？有病吧？别害怕，我们医生协会讲究公平交易，我只是看到白菜一时没控制住自己情绪而已。如果这个白菜是真的，那价值就非常夸张了，我必须慎重。医生盯着白菜看了又看，片刻，真的是白菜，新鲜的白菜，这简直就是神迹啊！谁能想到在末世一颗大白菜就能换取整套强化药剂，外加可治愈癌症的痊愈药剂，看我如何逆天改命。就像你看到的，它是一颗真正的白菜，我也是偶然得到它的。大灾变之前的冷藏技术让我也仅仅是留下了这么一颗白菜，我想用它换取等价的药剂。我可不会傻乎乎的告诉你我还有很多，那样除了给我带来麻烦之外没有任何好处。这颗白菜虽然很稀缺，但是本身的使用价值一般，所以需求方并不多，所以你不要想漫天要价。我见过太多白痴偶然间得到某种珍贵的东西，便狮子大张口。医生说完看向李璐，你放心，我懂，我今天是带着诚意来达成这笔交易的。这样吧，我也不和你讨价还价了，一整套强化药剂，1阶到6阶，外加1支痊愈药剂，可以有效治愈一切由细胞变异造成的疾病。另外，我这里还有一件石墨烯生物装甲，全身覆盖，仅保留头部外露。可这件生物装甲的价值已经超过那颗白菜了，所以这次我不可能给你，但是如果你想要的话，下次再来的时候带上更多白菜或者其他蔬菜。可是我只有1颗。女士，我又不是傻子，带上你应得的药剂，回去和其他人好好商量下吧。蔬菜对于你们来说，远远不如一件生物装甲实用。李璐想了想，缓缓点头。回来了，新工作找的怎么样了？哦，对了，你昨天回来太晚，我没来得及和你说我要自己开一家公司，可能以后都不会再去找工作了。你自己开一家公司？周丹直接愣住。对，一家科技公司，前期先从网络游戏入手，公司已经注册下来了。看到周丹一脸的不可思议，我家拆迁了。经过我和周丹1个多小时的交谈，最后我以15000的月薪聘请周丹为公司的会计兼职其他N个岗位。就这样，我把公司所有繁琐的事情都丢给了周丹，自己抽身只负责给钱和签字就好了。回到卧室，正在思考下次去末世和魏叔商量下，先从手游做起。突然电话响了，是老爸打来的。杨洋，最近如果不太忙的话，周末买张机票回趟家吧。老爸声音有些低沉，情绪很低落。怎么了爸？出什么事了？你爷爷刚确诊肝癌晚期，所以你回来见你爷爷最后一面吧。好，我马上就订机票，下午就能到家了。由于是下午，所以经济舱已经卖光了。我坐在商务舱，正在想着爷爷对我的种种好，这时身体突然被拍了一下，原来是我的初中同桌吕初，因为他的机票是经济舱，所以只是匆匆打了招呼，就被空乘催促着朝里走去。我急忙询问空乘，得知自己旁边位置还空着，于是帮他实舱坐到了我旁边。经过一番聊天才知道他来京城是帮他爸爸的食品厂找销路，他爸爸的厂子已经连续3个月亏损了，可惜这次没谈成。食品厂太好了，正好我需要找一家长期合作的食品厂，生产一些无任何标志的食品运到末世去，真是瞌睡遇枕头啊。很快就落地了。吕初，我爷爷住院了，我赶着去医院，过2天我给你打电话，我想去你爸厂子看看，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家签一份长期食品供应合同。说完我就匆匆走了，而吕初一脸惊讶，还站在原地。到了医院，爷爷还没醒，爸爸说爷爷的癌细胞已经彻底扩散，晚期无药可医了，医生建议办理出院手续，住在这里也只是浪费钱。
不如回家好好陪陪老人家。不行，不能让爷爷就这样走了，我还没好好尽孝呢。也许末世能有办法的，对，我得回去找找看。我去外面转转，一会再进来看爷爷。来到男厕所，锁好蹲坑门，我直接前往末世。你敢相信吗？爷癌症晚期，而我竟然在末世找到了可治愈的药剂。我推开李璐的门，李璐看到我来了，笑着说：老板你来了，我之前出去了一趟，给你换回了一整套强化药剂，但是统计工作还没来得及完成。那个不着急，我回来是想问你癌症能治好吗？那种晚期癌细胞已经完全扩散的癌症。癌症当然可以啊，100年前就有治疗癌症的特效药了，一直到大灾变爆发前，癌症已经被归类在普通的细胞疾病范畴了，治愈率95%以上。真奇怪，这么简单的医学常识老板竟然都不知道，他所在的基地到底是有多封闭啊？那在哪里可以买到这种特效药？特效药在大灾变爆发后就停止生产了，食物才是人们关心的唯一重点，只有医药协会的人才有能力继续研发药剂。说完，李璐就递给我一个药剂，这个痊愈药剂就能治疗癌症，只是单纯用来治疗癌症，有些浪费罢了。哦，这个是哪来的？是我拿1颗白菜和强化药剂一起换回来的。尼玛，这还真是白菜价啊！不过我就喜欢医生协会那种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说完，李璐把整套强化药剂都给了我，叮嘱我直接从2阶依次开始注射就好了，但是一定要间隔时间，时间并不固定，和个人基因强度有关，如果跳级注射身体会承受不住崩解的。正常情况下，1阶到6阶耗时差不多3个月。对了，你继续和那个医生协会分销人员交易，不仅要把生物装甲换回来，还要把剩下的蔬菜全部换成强化药剂。我会强化到6阶，基地的干部至少也得强化到5阶，普通成员强化到4阶。李璐呆滞的看着我，老板，强化等级越高，身体强度越大，饭量也会越大，所以按照您的意思，全部提升到4阶，用不了多久，大家都会被饿死的。李璐，我之前就告诉过你，我不缺食物，让你们吃饱饭是我的责任，你只需要把基地给我建好就够了。李璐一脸崇拜的点点头。我和李璐来到魏叔棚屋，魏叔正在用智脑查阅资料，看到我来了，说道：我现在只需要一台能够正常启动的电脑，实际操作一下，就差不多可以搞明白程序逻辑了。我转身走出棚屋，再次回来时给了魏叔一个箱子。仅仅几分钟时间，魏叔笑着说：老板，没问题了，您有任何需要可以直接跟我提。我给了魏叔一个手机，你看一下这个里面的游戏，我希望你能够呈现出的效果比这个更强大。魏叔摆弄了手机，几秒后，这玩意也能叫游戏？大灾变爆发前，随便一个糟糕的产品都比这玩意好不知道多少倍。老板，你放心，就算现在有硬件限制，但我做出的游戏比这个肯定好出不知多少维度。这玩意太粗糙了。我满意的点点头。那就麻烦你了，成品后给你发额外奖励。谢谢老板，只是你的手机留给我吧，开发好后还得再转制到这个手机上进行测试，我保证顶多7天给您弄出来。7天？尼玛，这么快？我再找几个懂一些智脑的人，把我的薪水分给他们一些，估摸4-5天就行。我直接傻眼了，这搁在现代怎么也得几个月，这差距太大了。不用你分薪水，全部由我来负责。刚回到公司，正准备出去，突然感觉身体猛然间涌起一股暖流，流向4肢百骸，几秒钟就消失了。李璐不是说1阶强化药剂需要3天左右才能吸收吗？我昨天才注射的，到现在也就是1天半，看来我的基因还是很强大的。哈哈哈！拿出2阶强化药剂，就是1针，痛楚感瞬间遍布全身，但是比第一次好太多。几分钟后，我若无其事的来到爷爷病房，谁能想到我为了救癌症晚期的爷爷，穿梭回末世寻找药剂。我把从末世带回来的痊愈药剂注射给了爷爷，爷爷竟奇迹般的康复了。但是我的麻烦也因此来了。紧接上集，我来到爷爷病房，爷爷已经醒了，看到我来了，努力的想说些什么，却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医生刚才来过了，说你爷爷的身体即使用最烧钱的方式，最多也只能延长2个月寿命。医生还是建议我们办理出院，回家好好陪陪老人。我去办理出院，你在这里陪陪你爷爷吧。爸爸走后，我拿出痊愈药剂，小声对爷爷说：爷爷，我给您打1针，这或许可以治好您的病。爷爷点点头。我毫不犹豫地给爷爷注射了痊愈药剂。5分钟后，爷爷竟然自己坐了起来。我正准备去喊医生，爷爷却开口说道：杨洋，这么神奇的药传出去会给你带来大麻烦的。没关系，爷爷，只要你不说，我不说，不会有别人知道的，放心吧。片刻后，医生来了，给爷爷做了各种检查。让所有人惊讶的是，爷爷体内所有的癌细胞竟然都消失了。医生也不明白怎么上一秒还是病入膏肓的病人，下一秒竟然奇迹般康复了。可也只能让我们出院。我们走后，韩医生打了一个电话，
告诉了一个神秘女人今天发生在爷爷身上的奇迹。我在家里陪了爷爷2天，期间见了吕初和他爸爸，最后签订了每个月30万的食品订单，食品种类不限，不要任何产品标志、日期。我解决了末世供应食物的问题，顺带挽救了吕初家濒临破产的厂子。家里也没什么事，我就回到京城了。在周丹的极力要求下，我被周丹拽着去刚成立的新公司，等电梯时竟然碰到了前女友冯佳。咱俩还真是有缘啊，你女朋友呢？怎么没和你在一起？确实挺巧的，她上班。你这是来干嘛？我去应聘。对了，下周末蒋锦龙想请咱们留在京城的大学同学一起吃饭聚聚，你也一起来吧。你希望我去吗？冯佳红着脸说。我希望你去。好，那我去。第2天，我正准备出门，电话响了。你好，陈阳先生，我叫楚欣，你应该不认识我，不过没关系，我想和你谈一笔生意，但是不方便电话里聊，所以今晚能不能一起吃个饭，咱们见面说。现在骗子都换套路了，改线下见面了，该不会是酒托吧？我不是骗子，马上我就可以向你证明我说的都是真的，一会我再打给你。没等我反应过来，对方已经挂了电话。半小时后，舒雅垂头丧气的回来了。不用猜都知道事情没通过，是不是又是决定角色的人对你有企图？这次不是，这个剧太受关注，大佬都在托关系往剧组塞人。今天的试镜就是走个过场。陈阳正要开口，舒雅电话响了。喂，哪位？您说的是真的？挂了电话后，舒雅看向陈阳。陈阳，我需要重新认识你。这话什么意思？真的假的？刚才给我打电话的是那个剧咖位极大的导演，他说我的试镜通过了，而且角色不是小配角，是女1号。女1号？真的假的？导演刚才电话里说了，原本定下的女1号是正当红的4小花旦之一，但是因为你的缘故，因为你陈大少是我的合租室友，随即他直接定了我为女1号。就在这时，我的电话响了，还是半小时前的那个陌生号。陈阳先生，不知道你对我的见面礼是否满意？我想我已经证明了我不是骗子。楚欣小姐，很抱歉之前对你的怀疑，不过我不明白你和我有什么生意需要谈？还是见面聊吧。我知道一家非常不错的私房菜馆，厨子是正统的官府出身，地址等会我发给你，你最好自己过来，因为我不想这笔生意让别人知道。谁能想到，我用从末世带回来的痊愈药剂，治好了癌症晚期的爷爷。回到京城后，一个神秘的女人竟然轻轻松松就让舒雅从试镜落选变成了女1号，目的就是为了约我出来。紧接上集，我到了和楚欣约定的地点，一个偏远的4合院门口，左右两边各站着一个人。得，这还带了2个门神，可惜都没我帅。一个男人确定了我的身份后，带我进去里面。一个年轻的漂亮女人客气的请我坐下。陈阳先生，你好。楚欣小姐，有什么事情你直说吧。我希望你可以告诉我治愈癌症晚期的办法，我给你足够丰厚的报酬。当然，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件事情你知我知，不会有第3个人知道。虽然你很漂亮也很大，可是我可不会色迷心窍，还是安全更重要。既然你对我进行过调查，那就应该知道我爷爷的肝癌是突然痊愈的，连医生和医院都不清楚具体的原因，我又怎么可能有什么办法？医生和医院当然不清楚，否则我也不会主动联系你。所谓医学奇迹的说法，漏洞太多，但是我可以帮你把这个漏洞补上，让医院修正病历，将你爷爷的痊愈更改为正常治疗结果，这是回报之一。除此之外，我可以让风投基金给你的陈阳科技进行1个亿的天使融资，只要5%的股份如何，并且其中的90%都可以任由你进行套现，只需要留下1000万的资金，象征性的投入到公司的运营中就行。天呐，1个亿！不过我用末世的技术一样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有钱人，只是时间问题，不能冒险。楚欣小姐，说实话我很心动，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治愈癌症晚期。我爷爷叫楚良鹏，他也是肝癌晚期，我就是为了救他才找到你的。天呐，不是吧？他几乎可以说是站在国家顶端的大人物了，在军政2界都有着恐怖的地位和威望。你只要把方法告诉我，那么除了1亿的现金和帮你除掉所有隐患以外，你还可以得到我们楚家的友谊。钱不钱的虽然重要，可也没那么重要。但是楚家的帮助可以说是这个国家绝对的顶级稀缺资源。想长远安稳的做买卖，没有权势的保驾护航，越多的资产越容易被当成肥肉吃掉。想到这里，我点点头，答应我的事情你明天搞定，后天我给你特效药。达成共识后，我们一起举杯共进了晚餐。推开出租屋的门，舒雅从沙发上弹跳起来，一脸紧张的问：怎么样了？怎么回事？不是坏事，那个女1号你放心演吧，没事。舒雅瞬间开心起来。那等合同签完了，我把剧组给我的预付款给你打过去，
给我干什么？那是你的片酬。可是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我也不可能有这个机会啊，能有这个机会已经很走运了。别闹了，钱我不要，请我吃顿饭就好，算那么清楚我会伤心的，别忘了，你可说过随时欢迎我们的友谊再升华升华呢，可不能反悔。舒雅知道我这样说，只是为了让他心安理得的接受这笔片酬，也没再多说什么，但是心里却无比感动。我刚回到自己的房间，身体再次出现那种酣畅淋漓的暖流，这是2阶强化药剂也彻底吸收干净的信号。3天半，我对于强化药剂的吸收，耗时仅仅是末世世界的人1半时间。拿出3阶强化药剂给自己注射，扛过药剂所必须经历的痛苦后，进入卫生间冲澡。天呐，这线条和肌肉简直是完美。这只是3阶强化药剂，不知道更高品阶的药剂会不会直接搞出非人类来，哈哈哈。洗完澡就沉沉的睡着了。谁能想到，神秘女人为了得到我从末世带回来的痊愈药剂，张口就给了我1亿的天使工资，还有他家我无法想象的重量级别友谊。而此时末世的魏叔仅仅用了几天的时间，已经给我做好了游戏。紧接上集，注射完3阶药剂，身体开始进行吸收，这让我睡得相当舒服。强化药剂的注射虽然对身体进行了强力的改造和优化，但是细胞在优化的过程中同样会感觉到疲倦，所以我需要进行深度睡眠来恢复这个消耗。早上醒来已经10点多了，我换了身衣服前往末世，来到魏叔棚屋。老板，您来的正好，按照您的要求，游戏已经做好了。我接过手机，看向手机上所呈现的画面。手机画面是直接启动的手机摄像头，以摄像头捕捉到的实时画面进行游戏场景应用，并且屏幕上还有一个神兽，处于玩家的控制之中。更让我震惊的是，它竟然呈现出裸眼 3D 的效果，看上去就像是悬浮在屏幕上一样。这可是手机游戏啊！而且这个手机是价格中档的普通机型，但是短短几天时间就被魏叔团队做出这么一款未来感、科技感满满的游戏，太逆天了！看到我面无表情，魏叔一脸忐忑地站在旁边，有点不知所措。魏叔，你确定这个游戏里所有程序都是可以在我提供给你的电脑上用编程语言实现的？确定，不过电脑里自带的那些软件所使用编程语言太繁琐落后了，所以我设计了新的编程语言，这没问题吧？魏叔结结巴巴地说道。当然没问题，简直完美，我很满意。听到我这么说，魏叔明显放松了下来。对了，游戏大小有没有超标？您放心吧，经过我们重新设计，整个游戏在终端呈现的大小仅400多 M。400多 M， 简直太惊喜了。那流量消耗呢？每小时应该在1 M 左右。天呐，即使24小时连续1个月也才消耗700多 M， 太爽了。接着我又问了很多关于游戏的具体细节问题，魏叔的回答都让我很满意。做得好，魏叔，小鹿会给你们额外1个月薪水作为奖金，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们的。又找到李璐，交代了他继续交换强化药剂和一些其他琐事，然后我就穿梭回家了。如果不是因为我穿梭前就是卧室出发的，所以回来时也会回到卧室，我才不会回来呢。没有多逗留，就直接到了公司，把游戏交给了周丹，信心满满的准备大干一场。到了中午，我随便找了一家饭馆，正准备吃饭，这时电话响了，是周丹打来的。陈阳，对不起，我忘了还有这么一回事，结果根本没走审批流程，这可怎么办啊？你先别着急，我马上回去。原来是关于游戏审核制度，正常情况下，游戏公司想要发行游戏，最先做的是进行备案，只有审核通过，拿到许可后，游戏才可以正式发行运营。可是因为周丹以前没有接触过游戏行业，所以给忽略了。如果现在提报审批，那么大概多久能拿到批号？一次性审批通过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一般都是提前几个月上报，然后再不断根据指导意见进行修正，所以具体时间是个未知数。有的复杂点的游戏甚至要修改2年才能通过。2年肯定不行，游戏都做好了，审核等2年，那不相当于屎都到门口了，你说门打不开，这不是要急死人吗？何况我那几百万也不够撑那么久啊，每个月运送到末世的食物就得30万呢。对了，找楚心啊。找了个安静点的地方，我打给楚心，简单的和楚心讲述了事情经过。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楚心小姐，你那边能帮忙吗？游戏过审，小事情而已，我可以让你公司直接走绿色通道，今天就能搞定审批手续。还有，我的人会在下午2点左右到你公司，和你公司签订天使轮的融资合同，合同内容就相当于白送钱给你，你只需要确认签字收钱就行了。挂了电话，心情很舒畅，不禁心里感慨，果然是有钱可以享受人间繁华，有权可以称心如意。谁能想到，明明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游戏审核，楚心一个电话就帮我搞定了，并且签订了1亿的天使轮融资，一切就绪。
看我的游戏如何病毒式传播。紧接上起，楚新的人来得很准时，下午2点，一名负责合同过的人和一名律师一起来到公司。公司的法务谨慎地拿过合同。尼玛，还有这样的合同？这不是上赶着送钱吗？而且还是1个亿。老板，合同没有问题。意料之中，只是法务有些懵逼。我盖了公章，签好名字，一切手续都办妥后，电话响了，是楚新打来的。我对你承诺的事情都已经办好了，别忘了你答应我的。楚新的声音听起来情绪不是很好，而且很疲倦。放心，明天一早我就把东西给你送过去。好，那我等你。审核通过了，我们的游戏已经拿到许可号了，所有人现在立刻马上开工。周丹招呼着公司员工，公司内所有员工顿时陷入忙碌中，迅速开始和各个手游分发平台进行联络。因为没有投入任何资金进行宣传和推广，所以自然没什么资源，至少游戏上线前期不可能掀起什么风浪。我这边的分发平台上线都已经搞定了，我这边也是，这些分发平台的工作效率还是很高的。哇，太气人了！维持 W 商店的对接人竟然暗示我要好处，他才会第一时间给咱们上线，否则就一直排队。我们的游戏很好 ，HW 这样做是他们的损失，咱不惯着他们，没有他们我们一样能推出去。最近你们上下班的路上，随时把游戏打开，游戏里零售的立体影像肯定会引起别人的好奇和围观的。这个技术目前全球独一份，媒体早晚会发现我们的。周丹和女员工点点头。晚上8点，吴广志习惯性在地铁上打开手机，不断的挑选着游戏。三国鼎立，卡牌游戏，算了，肯定是拷贝游戏，没创新，浪费时间。侦探解谜，太烧脑，算了。咦，秘密世界，仙侠类 AR 游戏，才400多 M 大小。敢号称 AR 游戏，疯了吗？太不靠谱了吧！我倒要看看400多样能做出什么花来。进入游戏，我去，这个是什么鬼？欢迎来到秘密世界。其他乘客顿时扭头看过来，议论纷纷地问吴广志这个是什么。不一会，地铁里到处都是零售，吴广志一路上不停地玩着，甚至还充了几百块钱。作为一个码农，他比一般人更清楚这个游戏的技术含量之高。在这个游戏面前，吴广志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小学生遇到了顶级的物理学家一样。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这么多年学的编程都是假的。第二天一早，我就前往了末世，来到李路旁屋，李路的旁边堆着一小堆黄金。这些黄金是哪来的？不是说过不用再专门进行收集了吗？咦，老板，您来了，不好意思，记账太专注了，都没注意到您来了。这些不是我专门收集的，是大伙在建造基地的时候挖掘地面挖出来的。我去，黄金都是这么随随便便就挖出来的，怎么感觉跟挖石头一样容易的？我点点头，反正随身的次元空间有位置。新的痊愈药剂换来了吗？老板，您交代的工作必须完成，我额外兑换了10支痊愈药剂，以及数百支各个不同品阶的强化药剂，以备不时之需。说完，李路就把一袋子的药剂都给了我。武器装备购买的顺利吗？和灰鼠镇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咱们基地的人不仅要成为强化人，还必须配备武器。您放心，武器装备我已经通过中型距居点医生协会的人进行了购买，只是老板，我昨天去找他买药剂的时候，他提出想见您，您看。他为什么会想见我？这个他没说，不过我猜是因为这些天我频繁的找他用蔬菜进行交易购买药剂和武器吧。行吧，不过我今天没时间，明天吧，明天如果他愿意过来，就让他来我们基地见面。还有其他事吗？没有了。行，那我就先走了，你继续忙你的吧。谁能想到，末世魏叔给我做的游戏，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竟然出现了病毒式传播。第一天上线充值流水，竟然就达到了200多万。而此时楚心的爷爷被医生告知，可能只剩2天的生命了。紧接上起，我回到卧室，从次元空间里拿出1支痊愈药剂。咦，我的黄金呢？怎么不见了？怎么只剩下一个空袋子了？什么情况？我的金条呢？难道还有别人可以用这个次元空间？这也太恐怖了吧！念头刚起，一股数据流瞬间涌入大脑。原来金条是被次元空间自动吸收，用来扩充容积了。什么？扩充1立方米要20吨黄金来吸收？这个坑钱货！这全国才有多少黄金？太坑爹了吧！不管了，随缘吧。刚拿出手机准备打给楚心，这时电话响了，是周丹打来的。陈阳，你猜咱们的游戏昨天上线第一天充值流水是多少？估计不少吧，不然你不至于这么兴奋。昨天下载量突破了30万，付费转化率40%。你要知道市场上的游戏一般才是20%的转化率，付费人数是21200多人，平均付费超过20块，流水240多万。我相信我们的游戏会健康持久的运营下去的，所以这仅仅只是开始。我觉得如果可以把游戏推广到现在的头部游戏热度
那么每天的流水会是一个天文数字。干得不错，你给员工通知下去，只要咱们的游戏能够呈曲线健康增长下去，下个月我给大家发奖金。好的。挂了周丹电话，我打给了楚心。陈阳先生，你是要给我送东西吗？如果是的话，我这就把地址发给你，或者我派车去接你。我这里有些状况，暂时走不就开。对，我打车过去，你把地址发给我就行了。到了地点，我并没有进去。知道你着急，就不耽误你时间了。这个给你，为了保密，你必须亲自对爷爷进行注射。注射完后，针管请干净的处理掉，不要留下隐患。好，那我这就让人开车送你回去。如果爷爷能够康复，你就是我永远的朋友。我很荣幸。而此时，别墅内，楚家2代3代都在一楼愁眉苦脸的耷拉着脑袋。这个别墅不是楚家买的，是国家发的。自从爷爷退休后，就一直住在这里。毫不夸张的讲，只要爷爷活着，任何人都会看在爷爷的面子，给楚家人足够的便利。但是如果爷爷没了，那无异于灭顶之灾。楚心爸爸距离更进一步，还差临门一脚。可爷爷身体状况让很多人开始观望起来，而下一代又撑不起这么一大家子。而今天之所以所有人都聚集在别墅，是因为爷爷的随身医生说，爷爷很可能撑不过这2天了。楚心来到爷爷卧室，爷爷，我想和您单独说2句话。也很艰难的抬起手，让随身医生和贴身护士先出去了。谁能想到舒雅竟然主动靠近，而楚心也再次约我吃饭。紧接上集，爷爷，您现在状况不是很好，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我通过朋友找到了一支特效药，可以治疗您的肝癌晚期。不过这个药没有任何审批，您愿意冒险试试吗？生死有命，我都95了，够本了，你想试就试吧，失败了也没关系，别自责，知道吗？爷爷，您答应过要看我结婚的，要说话算话，您哪也不能去。说完就把痊愈药剂注射进了爷爷身体里。楚良鹏正想安慰楚心，突然身体涌起一阵燥热，脸色也逐渐红润起来。5分钟后，楚良鹏已经站在地上了。你那个朋友是什么人？太神了！爷爷，您好了。好了，我感觉不仅癌症好了，以前打仗留下的旧疾好像也好了，太不可思议了。太好了，我去叫医生。等等，如果别人问起来，你就说你也不清楚，是我自己突然好的，记住了吗？不能连累你的那个朋友，他一定也让你保守秘密了吧？我记住了。还有，不要亏待了人家。爷爷，您放心吧，他刚成立了一家公司，我还白送了他1个亿呢。1个亿？他要真的想挣钱，这种要100亿、1000亿都轻轻松松得到。他接受你的钱不过是想让你不要有心理负担。你找个机会把他带到家里来，让我见见吧。而我正在等电梯，突然收到楚心的短信。谢谢你，效果很好，什么时候有空一起吃饭吧。楚心用1亿现金购买了5%股份，开始向白送。可是现在只要秘密世界火爆，用不了多久他就可以换回丰厚的回报了。刚好周末吃饭的时候，可以和他聊聊这事。打开房门，舒雅正在客厅打扫卫生。这个衣服是不是有些太凉快了？不过我好喜欢。我真的不想乱看的，可是我的眼睛好像不听我的啊。真的不是我要看的，是眼睛自己要看的。回来了，和你说一声，明天我就跟组去外地拍戏了，家里只有你和丹丹，你最好老实点，要是敢欺负丹丹，让我回来发现你吃了她，那我就阉了你。这怎么可能呢？别乱说。得了吧，你要是没想法，干嘛让他去你公司上班？我正开口想解释，舒雅直接用嘴巴堵住了我的嘴巴。HW 公司内，严鹏正在看美女，一抬头看到主管黑着脸过来了，匆忙把画面切换成了工作界面。主管，您身旁的这个虚拟画面好科幻啊，这是咱们公司的新产品吗？你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啊。严鹏，你的胆子现在是越来越大了。你知道秘密世界这个游戏多有爆发力吗？竟然被你搪塞过去，导致咱们商店根本就没上这款游戏。就因为你向人家要好处，故意使绊子，导致公司蒙受损失。严鹏急忙解释，我不是，我只是……结果太慌张，导致不小心碰到了按键。刚才播放了一半的美女视频，瞬间阴差阳错的在大屏幕上播放了起来。严鹏，你可以啊，不仅以权谋私，上班时间还看这些。我真的我没有，可能是电脑中病毒了。别解释了，明天起你就去后勤部上班吧。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直接走人。严鹏怎么也没想到，一次常规操作
竟然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后果。我由于昨天和舒雅对男女身体构造学术探讨过于深奥，所以早上很晚才起来，而舒雅和周丹早都走了。我再次来到李路。老板，您可来了，这位是贺医生。你好，贺医生。你好，我叫贺佳年，医生协会 B 级医生。贺医生，不知道你突然想见我，是有什么事情吗？这个给你，这个是生物装甲，只要保护好头部，防护能力可以抵消9阶强化人的攻击，当作是见面礼，表达我的诚意，证明我想和你有更深入合作的决心。你又不是女的，老腊肉我下不去口啊。跑偏了，怎么合作？我个人和你们会属地结盟。你不是医生协会的吗？医生协会又不缺资源。我只是想进行我自己的研究，而医生协会不支持，所以我只能自己想办法了。现在正好你们缺药剂，而我缺食物，何况你们这样频繁的拿这么大批量的蔬菜出去交换药剂，迟早会引起别人注意的，所以我们双赢合作，怎么样？好像还不错。随着基地的壮大，肯定会需要医生的，以后研究一些奇奇怪怪的药剂也方便些。哈哈哈，那就欢迎贺医生的加入了。太好了，既然是盟友了，我希望灰鼠地可以给我留一个专门的研究室。当然可以，不过你到底是研究什么？其实我研究的方向和医生协会整体研究目标一样，永生，只是方向不太一样。外面的那些丧尸就是永生研究的失败品，而强化药剂和进化药剂只是永生研究的副产品。永生好有诱惑力啊！贺医生，你放心，只要是食物能解决的问题，在我这里都不是问题。回去的路上，贺佳年满脑子都是关于永生的学术问题。他认为医生协会对人类进行细胞重组、修改基因序列，会使其攻击性变强，将来肯定会出现更多的非人类。结果不知道什么时候被5个男人包围了起来。老逼灯，快把你身上有用的东西交出来，如果没有，那你今天就是我们的口粮了。就凭你们连强化人都不是吧？灰鼠镇的人是不是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呸！老子就是灰鼠党的人，老子的枪就是……瞬间，贺佳宁消失了，下一秒，5个人都倒在了地上。今天算你们倒霉，碰到我这个9阶强化人。而此时，灰鼠镇内一栋大宅子里，光头男人正在吃着丰盛的食物，而旁边还有2个衣着暴露的女子正在服侍他。头儿，咱们下属的低地区最近在镇上进行的交易，已经大幅度超过地区食物数量标准了，所以我猜测地区可能有了额外的食物储备。咱们接下来对地区的征收标准最好适当提高。地区哪来的额外食物储备？暂时不清楚。那就去查，咱们灰鼠党势力范围内的一切东西都属于我。地区的人在镇上都交易了什么东西回去？目前来看，都是一些和建材有关的东西，基本都是用来建造房屋、围墙、铺设道路此类的。他们疯了吗？食物多到这么浪费了？我也不明白，不过他们交易回去的东西能够盖起来一个堡垒了。哼，这是要防备谁？我的灰鼠党吗？安排人明天就去地区，把所有食物都带回来，要是有人反抗，就直接杀了，把尸体带回来腌肉。是，头儿。我刚进入公司。你好，先生，请问要找谁？找谁？我来我自己的公司，我怎么知道要找谁？找周丹丹，她在公司吗？您找周总，请问有预约吗？没有预约。不好意思，先生，如果没有预约的话，我们周总恐怕没有时间见您。您看，是不是先给周总的秘书打个电话，预约一些？这2天周总非常忙，确实没有办法临时安排时间。这样啊，那我不找丹丹了，我进去随便看看。对不起，先生，这里是私人公司，不允许外人随意参观。尼玛，我自己的公司，我自己竟然不能进，好蛋疼啊！我是这里的老板，这个公司是我的。先生，这个玩笑并不好笑，请不要打扰我工作，否则我只能报警了。正准备打电话给丹丹，此时正好郭小小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老板，你怎么站在这里不进去？他不让我进去啊！你来的正好，快给我证明下我是公司老板。谁能想到，末世魏叔给我做的游戏第一天上线，竟然就达到了5500流速，而吴广志竟然用我的游戏在我面前炫耀，而楚心为了拉近和我的关系，再次约我吃饭。我来到周丹办公室。你来的刚刚好，我正想打电话给你汇报成绩呢。你一定想不到，咱们昨天的日流水达到5000万之多。周丹一脸得意地说着，5000万一天竟然就这么多。是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咱们目前的游戏玩家都来自于周边几个城市，传播方式基本都是口碑相传，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对游戏进行全方位的推广。没问题，你直接安排就行了。以秘密世界展现出来的敛财能力，一旦推广起来，1年起码能带来上百亿的收入。所以我想修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办公园区。暂时没这个必要吧，咱们员工才几10人而已，
盖一栋办公大楼也太奢侈了吧？不奢侈，拿地、找设计师、工程招标，一套流程下来恐怕得耗费2、3年时间。好吧，你是老板，你说了算。而此时，吴广志在母亲的逼迫下，和相亲对象互加了好友，看着对方的照片是个大美女，心中正在暗自窃喜，却不想无意用了陈阳公司的真实相机软件，解析了 P 图痕迹后，还原了真实照片，发现对方真实相貌竟然是个恐龙。邪术啊，绝对是邪术！吴广志一边说着，一边绝望的拿出手机。杨子，今晚陪我喝酒，哥们可太难了。我一脸懵逼的和吴广志约定了晚上的酒局。然而意外的是，果然毫不意外的发生了。刚挂了吴广志电话，楚昕也打电话约我今晚一起吃饭，没办法，只好和楚昕商量，干脆约在一起吃饭了。计划没有变化快啊？什么计划没有变化快？没什么，今晚我出去吃饭，你自己在家吃饭吧，就不用等我了。说完，就在周丹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哎呀，看看你这个大老板都做了什么？不好意思，今天心情太好了，失态了。说完就准备赶紧逃跑。下次注意点，别在办公室这样，让别的员工看到了怎么办？好歹我也是一个领导。别在办公室，那就去别的地方可以了。哈哈哈哈。舒雅说不能欺负周丹，可如果是周丹自己同意的话，那就不算欺负了吧。哈哈哈哈。到了晚上，我刚打车到了饭店门口不久，吴广志也赶到了。杨子，你什么朋友？来这种地方请吃饭，咱们3个随便吃点，都赶上我半个月工资了吧？巧合下认识的朋友，我帮了他一点忙，所以他可能想感谢我吧。吴广志也没多想，掏出手机给我看。看，杨子，这个游戏我保证你看了会目瞪口呆。说罢，一只灵兽就出现在了吴广志不远处。这是我无意发现的，没想到咱们国内的游戏公司技术实力已经这么高了，厉害吧？好家伙，拿着我的游戏在我面前炫耀，有点东西。那个，咱们进去吧，别让人家等太久。刚进去，就有服务员笑着迎上来。2位请跟我来，楚小姐包间在里面。他怎么会认识我们？应该是我朋友给他看过我们照片。这种地方服务要求都很高的。来到包间，楚昕热情的迎了上来。这位就是你朋友吧？你好，我叫楚昕，也是陈阳朋友。我叫吴广志，很高兴认识你。看着楚昕伸出的手，吴广志很是手足无措的轻轻碰了一下楚昕的手。你朋友还真是老实，不像你。我也很老实，好吧？你就往自己脸上贴金吧。说罢后，楚昕招呼着我们落座。这是我一个姐妹开的，开店就是为了满足她自己的口腹之欲，除此之外，基本都是被我们这个圈子的人拿来宴客了，所以开业到现在也没赚什么钱。好你个楚昕，竟然在我背后编排我是不是？谁能想到，楚昕的姐妹之所以四处寻找美食，是因为她有厌食症，而吴广志竟然极力把我公司的游戏推荐给了楚昕，知道了秘密世界是我公司的游戏，吴广志当场就要来我公司上班。你这个月不是在国外吗？什么时候回来的？而且我可没有编排你，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本来是要待1个月的，但是那边的医生说我的这个情况没办法用西医方式进行治疗，我也待不习惯那边，所以就提前回来了。经过一番互相介绍后，邵军旗也落座，然后就是不停的找各种理由，开始对我敬酒。来，陈阳，很高兴认识你。陈阳，为了美好生活干一杯。陈阳。虽然邵军旗每次只抿一口，而我喝一整杯，但即使这样，他也已经硬生生的喝进去了将近1斤的52度白酒。1个小时后，邵军旗就不省人事了。他没有恶意的，就是当我是他妹妹，想看清楚我周围的异性。没关系，性格如此直接，其实蛮讨人喜欢的。说起来，你的酒量还真是让人吃惊，52度的白酒，你都喝了5斤了吧？我还从没见过这么能喝的人。运气，可能今天状态比较好，如果不是因为自己3阶强化人的身体，恐怕自己早都倒了。喝酒还有靠运气的吗？广志，你今天电话里跟我说你太难了，到底怎么了？然后吴广志就给我讲了相亲美女照片变恐龙的事情经过。太狠了，不过什么软件这么厉害？嘿嘿，厉害吧？叫真实相机，我能发现这个软件也是一个巧合。最近有一款特别厉害的游戏《秘密世界》，楚昕小姐，你知道吗？如果你没玩的话，我推荐你今晚就回去下载试玩，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这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游戏。这个游戏我知道，不过和你那个真实相机有什么关系？这个真实相机就是开发秘密世界的游戏公司的最新产品。什么？这个真实相机也是你公司的产品啊？是啊。杨子，你公司的产品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公司的产品啊，秘密世界和真实相机都是我公司做的。你朋友不知道吗？事实上，
我认识的人都不知道。杨子，我想去你的公司上班，我想去你公司的技术部门学习真正世界顶尖技术。来我公司上班可以，但是技术部门学习我就无法安排了。技术部门不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我管不到他们。为什么？怎么说呢？那帮技术人员的身份有些敏感，所以最好是不见光。但他们也需要钱，所以我们更像是合作关系。看来这家伙是找了一帮有案底的顶级黑客啊。吴广之虽然不能去技术部门，但是我答应他每周给他游戏账号里发放相当于1万人民币的点券，所以他已经兴奋起来。陈阳，既然提到你的公司，那我们也聊聊正事吧。楚曦一再坚持把自己5%的股份缩减到了 0.5%， 而在我的说服下，最后我们达成一致，改为了1%股份。临别时，陈阳，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我想要问问你，君其他之所以钟情于美食，是因为他有轻微的厌食症，所以你有什么办法吗？我回去琢磨琢磨吧，但我不敢保证。谁能想到，我在现代住出租屋穿梭到末世住别墅，还有美女下属对我唯命是从。地里属于我的那栋别墅盖好了，而当天我和李璐一整天都没有露面。末世的李璐明显比舒雅要开放的多，我们深入的研究了男女身体构造的不同。次日，遇到正在搬运器材的贺佳年，我毫不意外的从贺佳年那里拿到了可以治疗厌食症的药剂。回到自己的世界，给楚欣打去电话，告诉他药剂已经找到了。半小时后传出敲门声。你现在也是真正的有钱人了，不想换个住处吗？暂时不用，这里住的挺习惯的。再说了，提前搬走是会被扣押金的。好家伙，你还在乎那点违约金吗？不能因为有钱而忘本吗？这个给你，这个药剂除了能治疗厌食症以外，还可以治疗失眠、神经衰弱、抑郁症。你不想开一家制药厂吗？游戏行业1年的市场规模也就2000多亿，而医药可以超过2万亿的。我暂时不会考虑，以我现在能力处理不了医药行业的各种关系，即使你们楚家愿意帮忙，但是隔行如隔山。何况这个领域很多时候不是你的药好就真能卖出去。不错，你很沉稳，看问题也很全面，很难得。你这是在试探我吗？别放在心上，毕竟你是要和我们楚家深度捆绑的，所以我需要了解你。还有一件事，我爷爷想见你，所以你什么时候有空去我家一趟吧。你爷爷为什么要见我？主要是当面感谢你的救命之恩。你放心，除了我和爷爷，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样啊，那下周吧，周末我得参加个同学聚会。好，一言为定。楚欣走后，我冲完澡，然后穿上了生物装甲。怎么感觉穿了和没穿一样？这不就是金钟罩铁布衫吗？可惜这2个要害部位没法防护啊。又穿上衣服，前往灰鼠地。怎么了？老板，您来的正好，灰鼠镇已经安排战斗人员往咱们这边来了。不是还没到征税时间吗？应该是咱们这段时间频繁的购买各种建筑器械和材料，引起了灰鼠党的注意了。小峰他们打探到，本来前几天他们就要来了，但是他们的几位成员在灰鼠镇不远的地方被人击杀了，所以拖延了几天找凶手，可惜没找到。你们干得不错，这是给你们的奖励。小峰和其他孩子拿着巧克力开心的跑开了，一旁的李璐咽了口唾沫。我也好想吃啊。有你的，至于能吃多少就看你的本事了。晚点别墅里给你吃。那你多涂点，我已经10年没吃过巧克力了，想多吃点。谁能想到灰鼠党老大本来是要来抢走我们食物的，结果被我把灰鼠党主以及老大直接给灭了。去往灰鼠地的路上，10几个人的队伍浩浩荡荡的走着。黑哥，这次去除了把食物拉回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是不是还可以给兄弟们开个荤？你小子又看上谁了？灰鼠地有个叫李璐的妞，身材脸蛋没得说，还是个2阶强化人。行，只要能顺利拿走这一区所有食物，形势可以放纵一些。1个小时后，在灰鼠地城门口，把你们的食物都交出来，别让我们动手，这样大家面上也好看些。这位大哥，食物都在库房里，不如您安排人过去清点，但总得给我们留点吧。黑哥想了几秒，好吧，我分出1半人手过去清点，会给你们多少留点？都听您的，我们只求留点口粮，不至于立即挨饿就好。顿时几名灰鼠地的幸存者带着黑哥一半人朝里走去。你叫什么名字？还挺懂事。回大哥的话，小的叫陈阳。不错，态度很好。回去我跟老大说说，让你加入我们灰鼠党算了。真的吗？谢谢大哥提携。大哥，我这里还有一些吃的是准备孝敬您的，您尝尝。黑哥看着手中的巧克力惊喜不已，而我趁机直接解决了他。顷刻，灰鼠地的幸存者和灰鼠党的人打了起来。2分钟后，灰鼠党的人横尸遍野，而灰鼠镇内
灰鼠党老大卫龙正在焦急的等待。几个小时过去了，正常情况下10几个来回都够了，可现在连个喘口信的都没有，一定是物资太多，黑皮起了疑心了。老大都安排好了，我二哥和200人留在镇上。好，告诉你二哥，只要镇上有点动静，直接开枪镇压。老大您放心，我二哥他心里有数。这次只要一切顺利，别说强化人了，进化人也是有可能实现的。说罢，挥手大喊：“兄弟们，出发！”因为卫龙害怕黑皮把食物转移跑了，所以走得很快，以至于队伍拉得很长。下面的党徒都是普通人，早都被远远甩在了后面。眼看快到灰鼠地了，卫龙也放松了下来。哒哒哒哒哒哒，子弹猛烈的朝着卫龙和他身旁的那名3阶强化人扫过来。3阶强化人瞬间被打成了筛子，躺在地上。而卫龙虽然受伤了，但还活着，朝着土丘冲了过来。李璐虽然注射了3阶强化药剂，但是还没有吸收干净，而我是4阶，只能是我上了。4阶对5阶明显我是打不过的，奈何距离太近，他们怕误伤我都不开枪。再开枪啊！你们傻啊！我穿着生物装甲，只要不头，你们随便开枪。哒哒哒哒哒哒，又是一阵扫射，卫龙因为失血过多，终于倒下了。片刻后，整个灰鼠党都被击杀干净了。老板，已经打探清楚了，灰鼠镇里还有200名灰鼠党人，领头的是一名3阶强化人。好，咱们一鼓作气把剩余的灰鼠党徒都杀了，占领灰鼠镇。完成目标后，我给大家发放1个月的食物作为奖金。万岁！都这么久了，老大和3弟怎么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太好了，看这个混蛋心神不宁的样子，今天也许不用跪着服侍了。算了，实在是没心情啊，还是等老大他们回来了再快活吧。正想着，突然外面传出枪响声，3阶强化人大步朝着响声赶去。刚走了没多远，就看到了一个圆滚滚的脑袋。什么？老大的头？他可是5阶，究竟发生了什么？是谁杀了他？我直接开枪解决了他，杀了镇内所有的灰鼠党徒，顺利的接管了灰鼠镇。老板，咱们人手不够，200人控制1万人可能有点困难。没关系，杀鸡儆猴，彻底断了他们想趁机作乱的想法。还有，这里只需要维持基本的秩序就好了。我们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灰鼠地建设和力量的不断强大上。以后灰鼠镇就交给你全权处理和安排了，去吧。啪！李璐的屁股被拍了1巴掌。是，老板，那个，我明天还想吃巧克力，你能多带点来吗？我来到贺佳年的房间。你怎么来了？灰鼠党都解决了。解决了，不过贺医生，我们得好好谈一谈。是不是因为我这次没有介入，你和灰鼠党之间的冲突？没错，这让我觉得你的诚意不够啊。那是因为我认为灰鼠党不会对你造成威胁，毕竟我给过你一件生物装甲，它足够让你有对抗5阶强化人的能力。那我让你帮忙购买的武器呢？你要的是武装200人的武器，数量太多了，为了不让别人怀疑我医生协会的身份，所以我不能在中型聚居点购买，只能从军火商那里购买。军火商是什么来头？你不知道吗？他们是一群大灾变前的军人建立起来的组织，有着强悍的武装力量。他们淘汰下来的装备都是抢手货，哪怕是控制大型聚居点的势力，顶多也就是这个装备了。所以在中型聚居点根本买不到。多谢了，之前我还真的不知道这些。看来你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那你肯定也不知道，5阶就是正常人的上限了，只有少数身体潜能特别强大的人才能突破5阶以上，而相对辐射较小的人则拥有更高的上限，其中具备9阶上限的人万中无一。既然是因为身体被核辐射污染，所以无法吸收高阶强化药剂，那如果先给普通人使用痊愈药剂，再使用强化药剂呢？贺佳年用惊恐的眼神看着我。疯了吧？他到底是什么人？近千支的强化药剂才能换取2支痊愈药剂，你明白吗？痊愈药剂的价值居高不下，相当于9阶的强化药剂。况且即便成为9阶强化人又如何？和进化人相比，他就像是个孩童。说到底还是资源过于贫瘠闹的，大灾变让大量动植物都灭绝了。贺医生，你能给我提供1份制造药剂的原材料名单吗？或许我可以在原材料上想想办法。你有其他的渠道获取原材料？还不清楚，因为不知道具体需要哪些原材料。突然很庆幸和你合作了，不过你的渠道不仅仅是获取食物，那对我意义太大了。以后你会发现和我合作是你做的最正确的决定。那拭目以待吧。谁能想到，我白天在末世嘎巴人，晚上又回到自己的世界嘎巴人，在末世忙碌了一天，刚回到自己的世界，手机就响了。怎么是评价？接听了电话。杨子，有时间吗？我一个人在酒吧，一起来喝2杯吧。这么晚了，孤男寡女，我过去是不是不太好？好，我这就过去。到了酒吧，怎么了？心情不好？是啊，我已经拒绝蒋锦龙了，
他根本就不会和我结婚，之所以对我执着，是因为之前没得到。那明天的同学聚会你还去吗？去啊，聚会里的人说不定以后还可以帮到我呢。果然还是那个冯家，又在酒吧喝酒聊天到很晚。我送冯家到他租住的城中村。冯小姐好生活啊，这么晚了还和男人出去快活。两个男人一边说着，一边把玩这手中的刀。他们是谁？你认识？高利贷公司的。我已经和你们说过了，李梦楠只是我的合租室友，他欠你们钱，你们去找他要，和我没关系。冯小姐，他可是拿着你的身份证复印件核改了你手印的担保书的，现在他跑了，我们不找你找谁？你要是实在没钱，我们介绍你去陪酒，偶尔出个台，1个月挣不少的。你给别人做担保了？我没有，有一次我和合租室友在家里喝酒，他故意把我灌醉，偷拿了我的身份证去复印，还拿着我的手按了手印。他还欠了2个月房租，还是我交的。行吧，你先回去吧，这里我来处理。那您小心点。冯家知道自己待在那里也帮不上忙就走了。欠了多少钱？本金5万，加上2个月利息，一共18万。这样吧，我们各退一步，我给你们5万，利息不可能。你把借条和担保书给我，这事就算过去了，怎么样？不给利息，你怕是喝多了吧？1分都不能少，不还清账，那这个妞这辈子都别想好过。话音刚落，我直接伸手掐断了对方脖子。大哥你饶了我吧，我保证再也不找那个妞的麻烦了。我等他交代完了他们公司的情况，咔嚓直接灭口，把尸体收进了次元空间，来到灌木丛后面，前往卧室，随便找了个地方就丢在了那里，让他暴尸荒野，然后又回到自己的世界。没了这2个人，高利贷公司肯定还会派其他人催债的，必须斩草除根。而此时在京城市郊的一栋民宅里，梦楠，这笔买卖干得漂亮，那个妞肯定还不上钱，到时候把她带到夜场去，女大学生出价高，市场好，到时候咱们每个月起码能多上几万块的纯收入。就是效率太低了，2个月才骗了这么一个，都怪那群放裸贷的王八蛋把市场搞臭了，要不咱们早都住豪宅开豪车了。听着他们说的话，我敲响。谁呀？送外卖的。开门的一瞬间，我直接扭断了他的脖子。里面还有一个男人，刚起身话还没说出口，就被我给灭了。你是李梦楠吧？你是什么人？我是冯家的朋友，是你做局让他进的吧？你该死！说罢，干脆利落的嘎了他。做完这一切，已经是半夜了。回到出租屋，给冯家打去了电话，告诉他一切都已经搞定了。同学聚会我被蒋景龙嘲讽，但不用我出手，很快他就被啪啪打脸。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周丹叫起吃早饭，桌子摆好了早饭，我们边吃边聊着公司的一些琐碎事务。吃完就车去接吴广志一起参加同学聚会。而此时李梦楠他们所租住的房屋已经挤满了刑警。案子的主体是一个高利贷公司，连老板在内，总共10个人，全都有涉黑背景，其中5人在住处当场消失，还有5人不知去向，找不到任何痕迹，哪怕丁点的尸体残留都没有，就像是人间蒸发一样。人间蒸发？怎么可能？王队会不会是碎尸杀人案？碎尸后用马桶冲走？你傻啊！碎尸5个人，别的不说，血液残留就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处理干净。下了出租车，正好看到一辆保时捷潇洒的停到了酒店门口，而蒋景龙走下车，随手就把车钥匙丢给了上前的侍者。进去吧，别在外面站着了，包间我提前订好了，服务员会直接把你们领进去的，别表现的没见过世面一样，我会很丢脸的。说完就自己先走了。什么玩意？杨子，你是不是也该买辆车了？他那车顶贴200万吧，都不够咱们那游戏半小时流水的。你整个宾利吓死他。确实该买辆车了，不过还没想好买什么车。边说这边往里走，包间进入发现其他人早都到了，全都围着蒋景龙不停的讨好。蒋景龙一个劲的夸赞这个店铺老板多么有背景，这里的饭菜多贵。突然响起了敲门声，邵军旗带着一个领班走了进来。没想到我才来这里吃了几次饭，邵军旗竟然就注意到我了，太好了，看来拿下这个千金大小姐指日可待了。邵老板，您怎么还亲自过来敬酒呢？只是一个同学聚会而已，等我聚会完了，单独请您吃个便饭怎么样？你谁啊？您不认识我？我为什么要认识你？说罢走到我身旁。怎么来我这里吃饭也不通知我一声，不拿我当朋友吗？他不就是一个普通2线城市里的普通工人家庭吗？怎么会和邵军旗是朋友？只是和同学聚一聚罢了，没想到同学把地点选在你这里了，又不是我请客，就不想打扰你。
既然是同学请客，那我就不多事了。但你在这里，我总得表示表示。这瓶30年的茅台算我送的，我走了。下次来我这里吃饭，记得给我打电话，不然就是瞧不上我这个朋友。天呐，这瓶酒的小2万了吧？同学又都将全部焦点放在了我身上，各种问题开始满天飞，一直到聚餐前。杨子，你的新工作是做什么？没什么，也是做游戏的。杨子的公司叫晨阳科技，秘密世界就是杨子公司的产品。果然是喝多了，我交代他低调的事情他全忘记了，得赶紧开溜吧，时间不早了，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聚。话音刚落，舒雅就从他的保姆车里下来，直接冲进了我的怀里，对着我一顿亲。天呐，那不是舒雅吗？那个女1号，他怎么和杨子这么亲热？广志，你自己回吧，要是方便就先把佳佳送回去。说完就和舒雅上了他的保姆。丹丹在家吗？今天周6他在家。既然丹丹在家，那我们就别回去了，去酒店吧。行啊，不过希望你这次能够坚持的时间长一点，别没一会功夫就开始求饶了。指不定谁求饶呢。谁能想到10几吨金灿灿的黄金竟然没资格放进仓库，被堆放在外，而食物和武器被锁在仓库里面。我打电话给楚心，告诉他自己想学习搏杀术。楚心虽然很惊讶，但还是帮我联系了一家散打培训班，老板是特种兵退伍。来到培训班，你就是陈阳吧？我叫杨松。说着伸出手，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以后就麻烦你了。杨松不断的试探着我的。好家伙，这家伙根本不是正常人类啊！我4阶强化过的身体，竟然只比他强一点。你太让人难以置信了，我数1、2、3，我们一起松手，如何？我们同时收回各自的手。你很厉害，即使是在军中，我的握力都是数1数2的，可你竟然比我还要厉害一些。我从小就天生神力，只是不会运用，所以想和你学习真正的战斗技巧。你明明最近2天已经杀过不少人了，为什么还要学杀人术？什么？别紧张，我只是对同类的气息比较敏感。我确实不会运用自己的力量，想学习真正的搏杀术，所以朋友介绍了你。学习真正的搏杀术会非常痛苦，你确定？我确定。我们来到一个角落，进行了简单的切磋。面对他的攻击，我只能本能躲避，一直被压制。这家伙的反应速度也好强啊！今晚我会给你专门制定训练计划，差不多1年，我应该就不是你的对手了。明天起，你最好每天准点来这里训练4个小时。没问题，那以后我每天晚上7点过来。第二天早上，李璐带我来到基地仓库看新到的武器。这些黄金，这10几吨黄金是我们顺手把灰鼠镇那些垫桌角、赌棚屋窟窿的黄金集合起来的，仓库都用来放武器和食物了，它没资格被放进去，就把它堆在这里了，反正也没人会拿。听听，这叫人话吗？不过我好喜欢。进入仓库，贺佳年正在清点武器。3000平方的仓库，武器竟然堆积了半个仓库。贺佳年给我介绍了各种武器，武器中甚至有几把可以射杀9阶强化人。我满意的点点头。贺医生，还有什么事情吗？没事的话我就去找魏大叔了。陈老板，你是不是把药材的事给忘记了？我说怎么老感觉什么事情没干却想不起来，昨天和舒雅折腾了1下午，身体没架干，就是脑子不怎么好使了。放心吧，最多2、3天，那些药材就给你带过来。行，越快越好。来到魏同芳办公点，魏同芳正在训话几个新来的应届人才，看到我来了，朝着我走过来。魏同芳汇报了工作成果，我交代了对应届人才的工作安排，就带着李璐离开了。李璐，我有事情想和你坦白。什么？其实我和我的组织并不生活在废土世界，所以我并不了解废土世界。但我的组织开辟了一个可以前往废土世界的虫洞，只是这个虫洞只有我可以自由往返。明白了，老板你放心，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好，这是我们2人之间的秘密，以后你还得帮我打眼。再次来到仓库，贺佳年已经走了，我直接把10几吨黄金全部放进了次元空间，只留下了1吨黄金以备不时之需，其他的全部用来扩充空间了。谁能想到，在这个冰天雪地的钢铁建筑，医生协会制造出了0号生命体，只要不破坏它的头部，它甚至可以活上1000年。而魏大叔给我做的 PC 端游戏也正式上线了。大灾变的爆发导致这里的北方1年只剩下了夏季和冬季，冬季9个月。成功了，终于成功了，完美的生命终于制造出来了。只要这些技术可以实现常态移植的话，我们将获得真正的永生。老师，这个0号还极其不稳定，这还不算成功吧？你懂什么？他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思想。可是这么强大的生命体，一旦失控，我们要怎么消灭它？当初为了研究癌细胞，我们弄出了丧尸，后来为了研究各种环境下的生存能力，我们又搞出了一种，但至少他们不具备智慧，可0号就不一样了。好了，是时候让你知道真相了。来看看这个吧。您竟然一直在强化药剂和进化药剂中
添加了未经许可的成分。您疯了吗？万一注射者出了问题，这个世界会出大乱子的。能出什么乱子？不仅是卖出去的药剂有额外添加，包括你我注射的都有添加。可你看现在，我们不是都好好的吗？什么？我们注射的药剂也有添加？当然，否则的话，为什么所有的进化者都会拥有各自不同的擅长能力？有人可以制造零下100度的低温，有人可以在岩浆中游泳，有人的血液剧毒无比，有人被砍断了胳膊，可以迅速的重新再长出一条。这些不同能力的激发，都是因为我不断更改原液中的未知添加成分所造成的。如果不是这些实验，我怎么可能这么快研究出来0号？说完，张开双手拥抱强化玻璃，突然蜷缩着的生命体朝着老者扑过。这玻璃就算是导弹都打不碎的。说完大笑起来，3秒后，那个生命体竟然转身朝着墙壁撞。该死，他连溶解体质都有。老师，你到底给他添加了什么东西？糟了，快拉警报，总部全面戒严，千万不能让0号跑了。而此时，我正在小区附近的中药店。想要什么？你们店里所有的中药材我全要了。您说什么？我说你统计下价格，你们店里所有的药材我全要。尼玛，听说过扫奢侈品店的，可没听说过扫药店的啊。1个小时后，先生，总共563213块，收您56万。付完钱，我在美女惊讶的目光中，扛着2麻袋药材走出了药店，也没耽搁，我带着药材直接给贺佳年送了过去。看着数百斤的药材，贺佳年有些被镇住了，短暂失神后扑向了麻袋。我把魏同芳他们新做的 PC 端游戏带起了公司电影级别的画质，丰富的游戏内容再次引发了公司内部的一阵骚动。最后在我的强制坚持下，定价38完成了上线工作。谁能想到楚心爷爷竟然这么快就知道了我嘎过人，还撮合我和楚心。而吕承安的食品加工厂也出现了麻烦。楚心接我刚走到他家别墅门口，我就接到了周丹打来的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乱世之殇才上线2小时，销售已经超200万份了。我告诉周丹，我打算用这款游戏打开国外市场，并且和他打赌，如果游戏销售到1亿份，我让他干什么都可以。周丹又告诉我，365科技公司已经开始对我们采取反制措施了，让我做好准备。小陈啊，感谢的话我也不多说了，以后你有任何需要楚家帮忙的，尽管和我讲，不过最好不要违法，如果有涉嫌违法的就尽量不要让我知道。爷爷您放心，我是奉公守法的良民。是吗？杨松是我一位老部下的兵，他在你身上发现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东西，我想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出于对我安全的考虑，他都告诉我了。这个楚爷爷，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实在没办法单纯的指望法律处理，所以采取了极端的手段。不用和我解释，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想告诉你，你要是碰到了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我这张老脸还是有人愿意卖面子的。好的，楚爷爷，我明白。我们又聊到了杨松，原来杨松为了给自己的战友报仇，屠杀了境外一个数百人的村落，所以才被迫退伍转业的。小陈，问你一个私人问题，你现在有女朋友吗？有红颜知己，但没有确定关系。那就是没有，考虑考虑我家欣欣怎么样？非常巧的是，他和你一样也是单身呢。这有什么巧的？单身的人那么多，这个理由也太不走心了吧。对了，我想买辆车，总是打车和坐地铁不太方便，所以车牌我想请你帮帮忙。没问题，想要什么车，我直接送你。不用了，我现在很有钱，车还是买得起的。我知道你很有钱，但我给你的融资一直都是我占你便宜，总得让我找机会表示下感谢吧。那好吧，我对车没要求，能开就可以。好，晚上有时间吗？军旗的一个朋友从国外回来，我们打算聚一下，你要不要一起？今晚不行，我下午要回一趟望海市，你们好好玩。小子，干什么的？今天不谈买卖，厂子有债务纠纷，今天不开工。我是这家厂子老板的朋友，找他有事。你听不懂人话吗？赶紧滚蛋，别给自己找麻烦。端了，放手，快放手啊！你让谁滚蛋？大哥，我错了，你放了我，真的要断了。我刚松开。兄弟们，上！这小子居然还敢动手，把他打进医院去。几秒后，几个混混都被打死在地。发生什么事了？哪来的傻叉，竟然敢打我的人？你是不想再成阴混了吧？德哥误会，他是我女儿的同学，是来找我女儿的。楚然，快带陈阳出去转转，这里我来处理就行了。误会，1人1万医药费，这事就算了，怎么样？李叔叔，告诉我怎么回事，我来帮你解决。你 TM 算老几？你能解决个
话还没说完，就被我一脚踹晕了过去。谁能想到，即使不在京城，楚新爷一个电话就给我解决了成阴市地头蛇的棘手问题，而楚新给我送的车也到了。这次彻底完了，你可闯大祸了，怎么能打他呢？吕初然，还是你给我说说怎么回事吧。原来这些人都是成阴市的地头蛇，领头的叫李德成，每次做事都很有分寸。秦哥哥是派出所副所长，和工商、卫生相关部门都有关系，所以报警非但没用，事后还会被报复，没人敢得罪他。每年靠敲诈勒索就能收入200-300万。之前厂子生意不好，他们就没来。最近看到厂子生意又好了，开口就要2万。明白了，这种垃圾必须斩草除根。你快跑吧，如果你被抓进去，肯定会吃大苦头的。我走了，你家厂子就完了。我掏出手机打给楚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挂了电话，我安慰吕初然，放心吧，没事，唯一的麻烦就是事情实在太小，他们层级太低，所以只能一级一级的往下压，反而多费一番手脚。陈阳先生，你好，我是成阴市市府办公室副主任，这里的事情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以后这家食品厂绝对不会再被任何人刁难。李德成已经被我们定义成黑恶势力了，等待他们的会是法律的严惩，他的哥哥也同样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不知道您对于这样的处理结果还满意吗？我点点头。中年男人又说了几句好话后，开车去。吕成安不停地对我表示感谢，我让吕成安把厂子里所有的库存都拉去我之前订好的仓库，并且扩大生产到每个月生产100万食品订单。我把仓库的食品分批次运到了废土世界，做完一切就坐飞机返回京城了。接下来的1周里，我白天前往漠市监督基地的建设进度，晚上去找杨松进行魔鬼训练。真是活见鬼了，这小子简直不是人，这哪里是训练，明明就是复制粘贴。再过1周我可能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教他了。别人要练10年8年苦工，他根本连2个月都用不上。早上我正打算出门打车去舒雅剧组探班，就接到了楚新电话。你的车已经在你家楼下了，所有手续都办完了，驾照我查了下，你之前没考过，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开车，我就给你留了个司机。这么快？什么车？你自己去看吧，你运气不错，这车全世界至今一共才产出100辆，正常流程半年后才能拿到，偏偏一位中东土豪预定好了，还没等装船，人就没了，所以被我拿到了。成，那我就不客气了，改天请你吃饭。吃饭就算了，下个月我生日，你来假装我男朋友吧，怎么样？行啊，到时候提前告诉我时间，我给你准备生日礼物。好，快去看你的车吧。陈阳先生，您好，我是楚小姐给您安排的司机，以后都由我为您服务，直到您不再需要为止。谁能想到周丹竟然把我给睡了，而警察找到了冯家问话。冯家因为担心说实话会对我不利，所以隐瞒了事实。怎么样，贺医生有什么成果吗？很不错，你带回来的药材没有受过任何辐射污染，比医生协会的药材还要好。不过我希望能组建一个狩猎队，用来捕获丧尸，以及让我进行更深的研究。说罢扔给我一瓶药剂，这个是用你送过来的药材做出来的7阶强化药剂。7阶强化药剂，你最多能够调配出什么等级？进化药剂也能调配吗？只要原料足够就没问题。好，我给你组建一个狩猎队，但是队员所需要的强化药剂你自己提供。没问题，这些也给你。这些是我调配出的原型药剂，至于作用，上面都贴了标签，自己慢慢看吧。尼玛，阳痿早泄，这个我实在用不上，毕竟现在李璐和舒雅2个人都不够我用。高血压、糖尿病、脚气、胸大无脑，这是要往莆田系发展的节奏吗？今天是第1个月发工资的日子，大家一整天都充满了期待。支付宝没想到我一个前台竟然发了这么多钱，这是什么神仙公司？别家前台工资才3、4千，而我的工资都7000，还有2万的奖金拿，这不是明摆着送钱吗？能进晨阳科技我真是太幸运了。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今天好好给你放松一下。说罢，我和周丹举起红酒喝了起来，边喝边聊着明天如何对365公司进行反击。不知不觉间，2瓶酒已经喝完了。我搀扶着周丹回到家。陈阳，你别走，别走。你别这么看我，我就是一时酒后冲动，别误会。这话你自己信吗？你和舒雅姐也是这样吗？我和小雅的关系和你差不多。渣男。我是多情也痴情，好吗？因为奋战了一夜，所以即使扛着周丹去公司，他也什么都干不了，就干脆给他放假在家休息。到了公司，我给楚行打了个电话，让他帮我在京城留一套房子，但是钱必须我自己出。刚挂了电话，前台小米就跑了进来。陈总，有一位叫冯家的小姐说想见您。怎么想起来我公司了？有事吗？杨子，警察昨天来找我了，说高利贷整个公司的人都失踪了，
问我有什么消息可提供给他们的，我怕提起你对你不利，就说不太清楚，也不知道能不能瞒过去。你说实话，这事到底和你有没有关系？当然没关系，警察再去找你，你实话实说就好了，刻意隐瞒反而会适得其反。真的和你没关系吗？当然没关系。杨子，当初为了能够在京城落户和你分手，是我错了，我现在后悔了，还来得及吗？别闹了，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当初我可是连命都愿意给你的，可换来的却是分手。现在我好不容易从痛苦中爬起来，我可不会在同一个坑里摔倒2次。董事长，出事了！晨阳科技对咱们发起反击了。周红打开手机，看了看晨阳科技新推出的小程序，只觉得一阵头晕目眩。这不就相当于直接把刀捅进了365科技的心脏吗？董事长，更要命的是，咱们的技术人员完全没见过他们的编写语言，更别说破解了。砰！周红用力拍了一下桌子。技术人员都是吃屎的吗？一群废物，给他们1个月时间，如果还是无法解决这些技术问题，就让他们全部给我滚蛋。这，好吧，那我们还要做其他什么应对吗？帮我约一下晨阳科技的老板，我要单独和他见面谈谈。是，董事长。虽然我赶了高利贷公司所有人，悄无声息地把他们尸体扔到了末世，可警察还是通过线索找到了我。如果不是当初冯家要分手，我会和他在一起一辈子。毕竟当初我可是连命都愿意给他的，可能也不会有自由穿梭的意外，更不会变得这么花心。边想着边走出公司，迎面走来一位女警官。陈阳先生，你好，我叫沈子涵，有些案子我需要找你了解一下情况，希望你能够配合。好啊，去我车上聊吧。回答完了，让我的司机送你回去，怎么样？没问题。车很贵吧？好像挺贵的，朋友送的，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陈阳先生的朋友可真是大手笔呀，这种豪车说送就送。沈警官，你今天来是为了这个车的来历？不是，我们聊正事吧。冯家小姐你应该认识吧？当然。你和冯家小姐一起去过酒吧，对吧？当时冯家小姐欠了一份高利贷，你知道吗？知道，那晚我送佳佳回家，在她租住的城中村被几个高利贷催账的人拦住了。后来发生了什么？因为佳佳还不起，所以我了解了佳佳的欠款金额后，打算帮她还掉，但高利贷本身就是违法的，所以我打算还掉正常的本金和利息，可那几个催账的人做不了主，说要回去找老板商量。然后呢？他们就走了。对啊，不然呢？陈阳先生，他们全都失踪了，不只是他们，连同高利贷公司的其他人全都失踪了。沈子涵一边说着，一边观察着我的表情变化。失踪这个我不清楚。他们进入了那个城中村后，就再也没出来过。你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吗？请你仔细回忆一下，不要有任何细节上的遗漏。沈警官，我的记忆很好，实在没有其他线索可以给你提供，很抱歉，你或许得从其他地方找线索吧。陈阳先生，我必须提醒你，协助警方是你的义务。你和冯家小姐是最后见过他们的人，所以你也是有嫌疑的。我想你也不希望自己成为嫌疑人被警方调查吧？沈警官，你这是在恐吓我吗？我完全可以对你进行投诉的。至于嫌疑人，你也得拿出证据吧。鉴于你的不友好态度，我拒绝回答你的任何问题。你这是在妨碍公务。随便。停车，不用你送了，我自己回去。王队，我的直觉告诉我，那个陈阳肯定有问题。我打算暗中调查他，十几个人突然全部失踪，他自己做不到，同伙肯定会联系他的，总会露出破绽的。小沈，调查可以，但是不能动用任何局里的资源，监听电话、监控行动轨迹这些行为局里不会同意的，你最好不要做。好，我知道了。好你个陈阳，老娘一定会盯死你。回到出租屋，发现丹丹还在睡觉，就打消了再折腾他一次的想法。算了，还是去找李璐吧，毕竟李璐也是强化人，耐力会更强一些。总之，税收额度没得商量，我们今天是来通知你们的。如果你们不按照要求上缴税收，那就等着被我们剿灭吧。怎么了？原来是子弹壳公司来收税。以前灰鼠党统治灰鼠镇时，会向下面收税，再上缴一小部分给子弹壳公司。现在灰鼠党被我们灭了后，这个税就落到我们头上了。可自从我们接手了灰鼠镇之后，就免去了下面所有人的税收，所以缴纳这2000人口粮的税收，我们铁定是血亏的。子弹壳公司派人来收税，被贺家年给灭了，并伪装成是遭遇一种袭击，而赤色军团的人竟然也进入了我们基地。行了，别再废话了，把你们本月应该缴纳的税收赶紧交上来，我们还着急回去呢。其实所谓的税收就是强大势力对弱小力量的胁迫勒索。去把贺医生叫来，我有事问他。李璐转身就去找贺家年了。二位稍等，我们刚拿下灰鼠镇不久，所以一时没有那么多食物，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想想办法。
那不是医生协会驻扎在我们子弹壳公司的分销人员吗？他怎么会在这里？贺医生，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人看起来是被一种杀死的？有的，但是子弹壳公司是不会相信的。没关系，我只要一个能缓冲的借口就好，顺便试探下他们的底线。我怎么觉得你这是要拖我下水，让我立投名状啊？既然我们是合作关系，你总得有些诚意吧？你在子弹壳公司驻扎了那么久，我怎么知道你和他们是不是也有某些合作关系？好吧，你最近所展现出的药物和实物能力足够强大，否则我是不会这样和子弹壳公司树敌的。说完，一瞬间就解决了子弹壳公司的2名成员。我正在享受着李璐的按摩，突然李璐的通讯录响了。通讯录是魏同芳他们最近捣鼓出来的东西，辐射范围在方圆数十公里。老板，有一个荒野中流浪过来的幸存者昏倒在咱们基地外了，你要去看看吗？流浪幸存者有什么好看的？那个幸存者身上穿着的是赤色军团的军服。啊，走去看看。赤色军团和医生协会一样是顶级势力，其成员可都是真正的军人。饥饿、极度疲劳，还有严重的伤势，很糟糕，已经到了濒临死亡的程度。如果不进行治疗，恐怕活不过今晚。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是我们基地被赤色军团盯上了吗？老板，哪怕咱们的曙光基地再扩大100倍，赤色军团也不会看一眼的。大象是不会关心蚂蚁在做什么的。那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是迷路了？不太清楚，恐怕只有救活后你自己问他了。当然，至于救不救还得你决定。救，毕竟人还没死，还能救活吗？应该可以救回来。先把人抬到我的实验室，我需要对他进行更详细的检查。他不会醒了后恩将仇报，把咱们基地给灭了吧？从他的穿着来看，是上士，1名6阶强化人罢了。那基地里只有你能打过他啊？他的伤势就算能把命救回来，恢复也得1年以上。1年以后，你估计都能成为进化人了。确定了这个赤色军团没有威胁后，我就返回自己的世界里。李璐看到我从卧室出来，立刻警惕起来。今晚你想都别想，我明天还要去上班。你要是忍不住，随便去找什么女人都行，反正别来找我。舒舒服服的休息一天多好。我一睁眼都下午了，身体还是软的没有任何力气。要是每天都这样过，我都要废了。行，你说了算。最近我打算买一套房子，咱们到时候一起搬过去。这个小区停车太不方便了。你买房子，我为什么要搬过去？我是你什么人？室友啊，舒雅肯定愿意搬过去，你一个人在这里，我也不放心啊。室友，给你管公司一堆事，还要陪你睡觉，我看你就是想继续欺负我。我哪有那么禽兽，真的是关心你，就这么说定了。你敢信吗？我一个业余的格斗爱好者，竟然凭借着不到1个月的训练，打败了世界格斗排名的选手。和周丹商量完买新房搬家的事之后，我就做了骑士失误前往杨松的散打培训班了。强化药剂极大限度的提升了我的身体素质和学习能力，所以无论多么难的东西，几分钟之内就能熟练掌握。估摸再过几天就能全部完成训练计划了。边想这边拿出手机，看着晨阳科技的官方论坛，看着每天几百万人在里面对公司的各种好评，让我有些脸红。毕竟这些都只是废土世界抄袭出来的游戏内容而已。看着玩家们已经接受了全息影像，秘密世界开始进入疲软期，是时候开发第2款网络游戏，再次掀起新一轮吸金狂潮。什么情况？这么多？怎么样？想不想和世界级水准打一场？什么意思？那个擂台上的人李天行，身高1.88米，体重90公斤，世界中级格斗冠军赛签约拳手，目前世界排名第52位。为了冲进世界排名前15，接下来的1年里，他会在我这里进行特训。好啊，对方愿意吗？毕竟我只是一个格斗爱好者。格斗爱好者？你要是格斗爱好者，那整个世界就没有专业的了。放心，我来和他沟通。片刻后，小子，看你身材不错，但是别把健身当做格斗，那太愚蠢了。快点吧，我可没时间陪你过家家。要不是看在杨教练的面子，你这辈子都没机会和我站在一个擂台上。来吧，让我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世界级。李天行朝着我就是软绵无力的一拳，可下一秒就被我轻而易举的闪躲了过去。同时我的拳头已经到了他跟前，停在离他几厘米的地方。这小子怎么出拳这么快？他是业余的，我还是认真点比较好，万一被他打倒了，那也太丢脸了吧。我对我刚才的态度表示道歉。说完后猛然发起攻击，5阶强化后的身体让我的身体超出人体极限特质，有着恐怖的抗击打能力，实在太好看了。真没想到一个无名之辈竟然能够和李天行打得有来有往，这简直是奇迹啊！90秒后，李天行体力不支落入了下风，被我一拳打在脸上，当场跌倒。我刚才是做噩梦了吗？那场打斗到底是不是真的？杨松点点头，真想刚才那是一场梦，哪怕是噩梦，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战斗技巧和敏感反应、抗击打能力，
你都已经是最顶级水准了，可我为什么从没见过你？我一直跟着杨哥学习，杨哥把自己会的东西毫无保留的都传授给了我。你不用怀疑自己，我只是没有相关认证，其实也算是专业的了。其实他所谓的一直跟我学习，还不到半个月。什么？他学习不到半个月，竟然直接干倒我？我那么差劲吗？别和他比，就算比你也比不过，他就是变态。总之，输给他不丢人，就算丢人也已经丢过了。李天行脸色更差了。怎么样，杨子？和天行交手也给你提升了不少战斗经验吧？我点点头。虐人使我快乐，尤其是虐世界级格斗选手。既然如此，我建议以后你们可以互当陪练。我没意见，不过我白天没时间，最好提前约时间。没问题。自从被 HW 公司辞退之后，严鹏一直没找到新工作。哼，晨阳科技，我不好过，你们也别想好过。严鹏打算通过网络对晨阳科技的服务器进行攻击，知道自己水平有限，所以一直隐藏在黑客论坛，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攻击。晨阳科技，接受审判吧。话音刚落，电脑就黑屏了。我的5万块，一股烟就烧没了。这是什么防卫网络攻击系统啊？晨阳科技，我恨你。回来了。刚在公司发消息说，今晚又有黑客对咱们网络发起攻击了，不过还是被防火墙截胡了。还有人发动攻击，怕是脑子不好使吧？咱们的防火墙反击可是很粗暴的，会破解相应的跳板和肉机，锁定攻击者，使其设备在0.1秒内直接刺啦报废。你心里有数就行，我要去睡觉了。我用了0.001秒冲过去抱起周丹。别闹，我今晚绝对不能陪你，明天还要上班。没关系，今天睡素觉，不干别的。我当我傻了？傻不傻的，得睡了才知道啊。0.2秒后，素的。我不动，我就抱着你。别动。我就亲亲，我不动。别傻来。我就摸摸，我不动。陈阳，你个大骗子。第二天早上，365老总周红想见你。见我干嘛？他女儿多大了？漂亮吗？60，老美了。我觉得广志可能会喜欢。你到底见不见？见吧，地方让他自己选。我可不想年纪轻轻就秃头。0.05分钟后，周丹去了公司，而我来到废失血。贺佳年对那名赤色军团低士官治疗很成功，再过2-3天人就可以醒了。只是伤势过于严重，因为他是强化人，所以一旦受伤恢复也会很麻烦。而治愈他的药剂所需要耗费的原材料数量很庞大，所以在贺佳年的建议下，我们达成了共识，让这名士官留在这里自行康复就好。至于清醒后是留是走就看他自己了。你借过攻击别人网络，结果自己电脑刺了冒烟嗝屁的吧？我刚才是做噩梦了吗？那场打斗到底是不是真的？杨松点点头，真想刚才那是一场梦，哪怕是噩梦，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战斗技巧和敏感反应、抗击打能力，你都已经是最顶级水准了。可我为什么从没见过你？我一直跟着杨哥学习，杨哥把自己会的东西毫无保留的都传授给了我。你不用怀疑自己，我只是没有相关认证，其实也算是专业的了。其实他所谓的一直跟我学习，还不到半个月。什么？他学习不到半个月，竟然直接干倒我？我那么差劲吗？别和他比，就算比你也比不过，他就是变态。总之，输给他不丢人，就算丢人也已经丢过了。李天行脸色更差了。怎么样，杨子？和天行交手也给你提升了不少战斗经验吧？我点点头。虐人使我快乐，尤其是虐世界级格斗选手。既然如此，我建议以后你们可以互当陪练。我没意见，不过我白天没时间，最好提前约时间。没问题。自从被 HW 公司辞退之后，严鹏一直没找到新工作。哼，晨阳科技，我不好过，你们也别想好过。严鹏打算通过网络对晨阳科技的服务器进行攻击，知道自己水平有限，所以一直隐藏在黑客论坛，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攻击。晨阳科技，接受审判吧。话音刚落，电脑就黑屏了。我的5万块，一股烟就烧没了。这是什么防卫网络攻击系统啊？晨阳科技，我恨你。回来了。刚在公司发消息说，今晚又有黑客对咱们网络发起攻击了，不过还是被防火墙截胡了。还有人发动攻击，怕是脑子不好使吧？咱们的防火墙反击可是很粗暴的，会破解相应的跳板和肉机，锁定攻击者，使其设备在0.1秒内直接刺啦报废。你心里有数就行，我要去睡觉了。我用了0.001秒冲过去抱起周丹。别闹，我今晚绝对不能陪你，明天还要上班。没关系，今天睡素觉，不干别的。我当我傻了？傻不傻的，得睡了才知道啊。0.2秒后，素的。我不动，我就抱着你。别动。我就亲亲，我不动。别傻来。我就摸摸，我不动。陈阳，你个大骗子。第二天早上，365老总周红想见你。见我干嘛？他女儿多大了？漂亮吗？60，
老美啦，我觉得广志可能会喜欢。你到底见不见？见吧，地方让他自己选。我可不想年纪轻轻就秃头。0.05分钟后，周丹去了公司，而我来到费失血。贺佳年对那名赤色军团的士官治疗很成功，再过2-3天人就可以醒了。只是伤势过于严重，因为他是强化人，所以一旦受伤恢复也会很麻烦。而治愈他的药剂所需要耗费的原材料数量很庞大，所以在贺佳年的建议下，我们达成了共识，让这名士官留在这里自行康复就好。至于清醒后是留是走，就看他自己了。陈总还真是贵人事忙，哪个点赶来？幸亏约的是4点，如果是5点起不是可能耽误陈总的晚饭。周总，按照你的约定我并没有迟到，你这话什么意思？如果不是看在你是前辈，我都不会来。难道你约我来就是为了吵架？那抱歉，我可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告辞。陈总脾气可真不小，我这2天心气不顺，和陈总发牢骚都不行吗？周总，我们都是成年人，你之前对我的产品采取排他手段时，怎么没有心气不顺？难道因为你做得早就不允许别人做了？只要你周总涉及的领域，别人只能挨打，不能反击，这不合适吧？得，我为刚才的态度道歉。既然来了，那我们就坐下聊聊吧。今天我专门请人来做居中调解，就算不给我面子，也总得给人家面子吧。说着请我坐下。陈总，给你介绍下，这位是崔景辉，文化口的巡视员。崔巡，这位就是陈阳。竟然拿文化部来给我施加压力。陈总，今天约你见面，主要是想和你达成一些私人共识。我们之前对你们进行排他处理有些激进了，所以我们打算撤销。陈总，我想我们2个公司之间可能有些误会，所以撤销了排他处理后，贵公司是不是也能将针对我们365科技的产品下架？我想我们之间的竞争应该维持在一种相对合理的范畴之内吧。周总，你觉得我是3岁小孩吗？是你们先对我们进行排他，结果失败了，反而我的手段对你们造成巨大损失，你又要喊停。如果说你们的排他手段成功了呢？你还会和今天一样吗？我凭什么听你的？这场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我说了算。年轻人做事要懂得见好就收。周总亲自过来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何必这么咄咄逼人呢？这件事和你有什么关系？我不需要他给我面子，大家各凭手段好了。注意你的态度，你们晨阳科技靠的不就是大火的网络游戏吗？别忘了网络游戏是归什么部门管的。我要是想卡你的游戏审批，有的是办法。原来今天周总所谓的和解就是这样的方式，这太恶心了。说完站起身往外走。你会为你今天的傲慢付出代价的，最迟明天我就让你赖以生存的游戏下架。随便，如果你能做到的话。另外，周总以后别再找我见面了。老周，你放心，这件事我管定了，还没有谁敢这么和我说话。也许我可以让老崔直接是探下陈阳，看看他到底有什么背景，这么有恃无恐，也没准老崔就把事情彻底解决了呢。心里这么想着，嘴里却假意劝着老崔啊，要不先缓缓，说不定这小子有什么背景呢。呸，京城有背景的人多了，但能把手伸进部委的又有几个？他就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混小子罢了，你别管。我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在电话里和楚行讲了一遍。不如你直接来找我吧，之前你托我看的房子我已经帮你找好了，正好我带你去看看。这么快？好，你在哪里？我去接你。我在家。好，我这就过。走吧，我不开车了，看完房子得麻烦你再把我送回来才行。等一下，我有东西要送给老爷子，送完东西再去看房子。你要送我爷爷什么？他什么都不缺啊。一会你就知道了。爷爷陈阳说有个礼物要送给你，所以我们就先回来了。什么东西啊？你在望海的事情都解决了吧？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会有专门的人一直盯着的，你不用担心再发生什么反复。谢谢楚爷爷，都已经解决了。说完掏出药剂，您看，这个是细胞活化药剂，注射后老化的细胞会得到新生，可以让您年轻许多。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虽然不清楚你是怎么搞到的，但是这个都可以让你拿诺贝尔奖了。我都95了，这种珍贵的药剂用在我一个老头子身上，纯粹就是浪费。楚爷爷，这药剂不能给年轻人用，所以您就安心接受吧。何况既然我能拿到一支药剂，自然也可以拿出更多，只在于需不需要罢了。陈阳说完就把药剂给了楚心。陈阳，你的意思是这一针下去，我爷爷就能年轻很多？没错，不过具体能年轻多少就看个人了，而且这个药剂在每个人的身体里只能起一次效果，所以这个是一锤子的买卖。好神奇呀，爷爷用吧，难道你就不想多活几年？
不想看到我结婚成家吗？楚良鹏迟疑片刻，点点头。楚心快速给爷爷注射了药剂。好啦，爷爷，我去陪陈阳看房子了，你有事就给我打电话。好，去吧，这药剂还真是神奇，注射之后，我觉得身体好像越来越有劲了。小陈啊，这个药剂多久能吸收完啊？这个我也不太清楚，看个人体质。楚爷爷，我就不打扰您了，您休息吧。好，快走吧，年轻人多在外面玩一玩，不要整天陪在我这个老头子身边。晚上要是玩得太晚了，就去住酒店，我睡得早，别回来吵醒我。自从爷爷的病好了后，我爷爷现在就是这样，越来越有老顽童的趋势了，已经不注意自己的长辈威严了，天天想着怎么把我嫁出去。你别往心里去。那不行，爷爷的话还是得往心里去的。想得美，怎么和2个美女同居还不能满足你吗？男人嘛，碗里不够吃，就喜欢看锅里的。就渣呗，还那么多理由。对了，你刚才说的那件事，直接打我爷爷给你的那个号码就行了，不要觉得事情太小，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只有你不断的找他帮忙，你们才能真正熟悉起来，别害怕欠人情，我爷爷摆在那里，这个人情是他需要帮助你来不断还给我爷爷的，哪怕你天天去找他帮忙，他也没办法还清我爷爷的人情，所以你给他打电话，他只会高兴不会不耐烦。这样啊，那行，看完房子我就打电话。对了，你爷爷给我的电话到底是谁的？是京城市府的副手，才40多岁，京城一把手眼看就要到站了，这一届肯定得退，不出意外的话，他会顶上去。跨过最艰难的那个门槛后，他的年龄会是巨大的优势，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以后或许能争一争最高的那个位置。好家伙，这是真正的大人物啊！我一个电话就让已经被恶意下架的游戏再次上架，并且给了崔景辉最狠教训。我和楚心来到别墅区，直眼就相中了。这个房子在3000万左右，不算是京城最高档的住宅区，不过你现在的身价住在这里正合适，以后公司真正发展起来了，再换住处也不迟。其实你挺适合做房产中介的，你知道吗？没人能雇得起我的，如果不是你想找个合适的房子，我才不会亲自来看房子呢，你就偷着乐吧。那真是太荣幸了，就这里了，我很喜欢，给你银行卡，随便刷。最早什么时候可以住进来？现在就可以，不过你就那么着急和你那2位室友过上没羞没臊的生活了，我建议你最好等几天我找人帮你打扫下再住进来。这还真是时时刻刻不忘给我挖坑啊，小女人坏得很。看完房子送楚心回去，我也回了家，拿出电话打给了之前楚良鹏给我的那个号码。而此时陈健手里拿着1瓶6味地黄丸，白天要工作，晚上要交作业，这不吃点扛不住啊。正想着，电话突然响了，是楚老交代的那个陈阳。陈健直接从座椅上弹起来。您好，陈阳，我是陈健。陈叔叔您好，冒昧给您打这个电话了。没想到这个陈阳还挺好接触的，以为他是那种富贵出身，骨子里会有傲气，有20出头脾气会不太好，没想到是我想错了。千万别这么客气，您是楚老的晚辈，我也是楚老提携的人，大家都是自己人，有什么事情你就直接来找我好。我一直在等你电话，没想到你才打过来。之前确实不好意思，但今天遇到一件事，虽然事情不大，但除了您之外，我也找不到其他合适的人帮忙了。什么事？先把你的事情处理好，然后我们再约个时间一起吃顿饭。陈阳又客气了一番后，把之前和周红以及崔景辉见面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这个周红净整这些歪门邪道，这件事你不用管了，我去处理。又彼此客套了几句后挂了电话。挂了陈阳电话又打了个电话。陈健坐在椅子上想了想，干脆起身打算自己去趟文化。正在处理公务的那名司长看到陈健后立刻起身。您怎么亲自跑过来了？为了刚才电话里的事情，至于吗？对呀，我要不亲自过来盯着，怕你不重视嘛。本来想先处理完手里的事情，再处理你交代的事情。得，走吧，我现在就带你过去，把事情处理掉。崔景辉正在暗自得意，刚刚让陈阳公司游戏下架的手段。好你个陈阳，我要让你来跪着求我。一抬头看到司长走了进来，赶紧站起身。司长旁边的那位，不就是如日中天的新贵吗？他怎么也来了？崔景辉，你今天是不是见了一个叫陈阳的年轻人？是，司长，365的周红和陈阳有些误会，叫我去做个调解。行了，我懒得管你那些狗屁倒灶的事情，但是陈阳科技你不能碰，把你那些小心思收起来。不要以为你在外面那些事情我不知道，周红和你的那些勾当，那都是别人完胜的。
别一天占着好处捞油水，还那么张扬，小心把自己搭进去。司长，那个陈阳，他是什么关系？他是我非常亲近的子侄，不过为人比较低调。这不是坑人吗？有这样一个权力通天的叔伯，怎么不直接说呢？要是直接说了，谁傻去找他麻烦？司长，陈氏，我之前不知道啊，我要是早知道。行了，等后被处理吧。司长，刚才是崔景辉逼迫我挑秘密是件毛病，并给他纸质报告，我才写的。不闹，崔景辉，你等着被纪委调查吧。谁能想到我一个人一顿饭吃了30多盘菜2锅米饭？韩医生亲眼目睹完吃饭现场，当即提出要给我做全身体检，子弹和公司信心满满出证，600名武装人员清理新街区，却受到了来自丧尸和异种凶攻击。逃回来的人说，这些丧尸和异种好像有了简单的组织能力，面对我们凶猛的火力压制，他们一部分丧尸和异种负责用身体去拦截这些火力，还有一部分则迅速拉近距离对我们进行攻击。老大，我们这次损失太大了，1半人都死了。丧尸和异种的个体力量也提升了起码1倍左右，所以我们不但无法清理新街区，甚至连自己的安全都没法保证。一旦丧尸和异种成群结队对我们进行攻击，后果不堪设想。既然无法向城市废墟扩张，那么我们就往荒野转移。灰鼠镇，现在的曙光基地。之前我们派出去征税的人，莫名其妙的死在了异种嘴里，这可不是友好的表现。对付他们，总比对付丧尸和异种简单吧？哎呦，难得白天打你电话，居然能够打通，也不知道你白天都在忙着干什么坏事，一到白天就不见人。可能是手机信号不太好。好歹也是富豪了，不好就去买个新的啦。得了，我有个朋友马上就到京城了，我这边有事临时走不开，你帮我接一下吧。行，正好也快到中午了，接了你朋友，我直接带他去吃饭吧。他应该没在飞机上吃吧？应该没有，我这边得忙到下午，所以麻烦你陪陪他，晚上我请你们吃饭。还有，我这个朋友你应该是认识的。说完就挂了电话。我认识，我上哪认识去？韩医生，那不是之前在望海给爷爷看病的主治医师韩医生吗？怎么会是他？你好，你就是楚心的朋友。你是来接我的？欣欣呢？楚心临时有事，让我来接你。他忙完到下午了，咱们先去吃饭吧。你应该也猜到了吧？是我把你爷爷的事情告诉楚心的。楚爷爷的病好后，楚心还专门给我打了电话，只是他叮嘱我要保守秘密，不能把这件事透露给任何人。韩医生，你这样私自泄露病人隐私不太好吧？对不起，我实在是想帮楚心，所以没忍住。说完一个鞠躬。啊，好大的2个馒头啊！我突然好饿。韩医生，你走光了。我知道我故意的，就当作是给你的赔礼道歉。果然，只要你不尴尬，那么尴尬的就是别人。我知道你现在很有钱，可是也不能这么浪费粮食吧？放心，这些东西我一个人就能全部吃完。不对，可能还不够吃。你点了30多道菜，还不够吃？对啊，先吃吧，吃完了再点。接下来的1小时，韩思柳一直目瞪口呆的看着我吃饭。别说人类了，就算大象一顿饭也吃不了这么多吧？差不多了，虽然还没有吃饱，但是6、7分就够了。吃太多对身体不太好，对吧？你这一顿吃了20、30人的饭，还只是吃了6、7分，饭桶都没你能吃吧？陈阳，你答应我吧，让我给你做个全身体检，我保证保密。这样也好，说不定以后我涉猎医药行业的时候，可以让他站在台前，我躲在他身后，这样也不至于被猜忌。末世有李路打理，公司有周丹管理，政治有楚心，医药有韩思柳，铁铁的软饭男，没得跑了。当个软饭男没什么不好。那好吧，但是必须保密，不能保留任何数据。没问题，我答应你。看我如何用实力碾压骚扰韩医生的男人。银西亚洲格斗冠军李天行的徒弟，女收银员盯着屏幕看了好久。奇怪，我家菜价又不贵，他们也才2个人。美女，你都盯着屏幕看了10分钟了，有什么问题吗？稍等一下，电脑好像坏了。又拍了几下电脑，到底哪里出问题了？美女，你别打自己啊！先生，电脑显示你们2人总共消费了12000元。好，我结账，下次可别整得这么吓人了。如果还有下次，还是去熟人的店吃饭吧，不然你这样吃，我怕下次又有人扇自己。刚说完，电梯门就打开了，迎面撞到2个男人。思柳，你什么时候回来的？韩思柳没有理会他。思柳，你不用一直这么躲着我吧？
反正我们早晚都是要结婚的。松手，不然我报警了。报警？别忘了我大伯是什么位置，京城哪个警察敢管我？你别做梦了，我不可能嫁给你，赶紧松手，不然我就喊了。就算你喊破喉咙，也没人敢管吧？看到他了吗？张雅达，格斗界的天才格斗家，那个亚洲最能打的李天行就是他师傅。放手，司柳说了让你放手。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动我？我微微用力，疼，松开，你快给我松开！张雅达，快把他撂倒！张雅达扑了过来，我一个闪躲，结结实实的一击打在了男人身上。我让你打他，你打我干什么？快打他，狠狠打！打哪里啊？随便啊，反正让他进医院住几个月就行。怎么又打我？我让你打他，打他！好了，现在可以打了。张雅达，打死他，我就送你一辆玛莎拉蒂，死了不用你负责。何东东他们疯了，快走！你不是对我身体很好奇吗？正好你可以看看。说完，张雅达已经冲到了陈阳面前，一瞬间，张雅达就飞了出去，速度勉强合格，力量一般，战斗经验零。回去告诉你师傅，我叫陈阳，记得把事情原委也一并说清楚，不要想着隐瞒或者歪曲事实，因为我也会和你师傅说的。还有，少和这种人来往，小心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说完就带着韩思流走了。楚心还没忙完，我先送你回去吧。不行，趁这个时间我要给你来个全身检查，我对你更好奇了。还是回望海找个足够保密的体检室吧，我差不多1个月回一次，回去就找你。好，那就说定了，我随时等你。我正打算去散打培训班，却接到了陈健的电话，聚餐今晚。好，没问题，地点我来定吧，一会定好了发给您。挂了陈健电话，我就打给了邵军熙，临时订了个包间。师傅，怎么又回来这么晚？和你说了多少次了，你现在是上升期，不要贪玩，要打牢基础。是，师傅，我知道了。我今天遇到一个人，他说认识您。谁呀？他说他叫陈阳。谁？陈阳？你怎么会遇到他？发生了什么？看来陈阳确实和师傅认识，那我最好和师傅坦白。想到这里，就把今天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你居然敢和陈阳动手，连我都打不过他，他没一脚踹死你，已经是对你手下留情了。这怎么可能？他的年纪明明和我差不多，怎么可能打过师傅您呢？没什么不可能的，如果他愿意加入世界终极格斗冠军赛的话，他甚至轻而易举就能拿冠军。你小子现在越来越嚣张了，幸亏今天遇到的是陈阳，如果是别人，你是不是真的就杀人了？从今天开始关你禁闭，还有下次见到陈阳去道歉。我知道了，师傅您放心，我会听您的。我请陈氏帮忙找块地皮买来盖办公大楼，陈氏同意了。而隔壁河东东正和蒋景龙合伙算计有公司，同时在末世，李璐告诉我灰树镇被别人占领了。我和陈健很快就在邵军旗的饭店碰面了，一起聊了很多，也喝了不少酒。随着感情的深入，我告诉陈健我想买块地，但是没找到合适的地方，也没拿到优惠政策，所以想请他帮忙。陈健答应了下来。而此时我不知道的是，在我的隔壁，何东东正和蒋景龙正坐在一起密谋着怎么算计我。行了，我大概清楚陈阳的情况了。既然陈阳和你家都是做游戏的，那么干脆你把陈阳的公司买下来不就行了？何少，我家买不起。你真是太没用了，经营了那么多年的公司，竟然连才成立的新公司都买不起。这样吧，钱不够我来凑，但是我要占一部分干股，我一定要让陈阳家破人亡。陈叔，那就这么说定了。放心，你只管经营好你的公司，其他的交给我。边说边走着，正好碰到蒋景龙和何东东也走了出来。我只是瞥了一眼何东东，就和陈健走了。陈阳怎么和他在一起？他很有可能会在今年成为我大伯的顶头上司，这可惹不起啊。何少，和陈阳在一起的人是谁呀？亏你还和陈阳是同学，他认识什么人你都不知道。我也是今天脑子浆糊了，才找你办这种事。何少，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这都听不出来？之前和你说好的事情作废，就当做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什么？说好的买他公司呢？说好的让他家破人亡呢？这变得也太快了吧！男人的嘴果然是骗人的鬼。那名上士已经醒了，但是从不说话，除了发呆什么也不做。我简单的问了他2句后，就提出了让他帮忙训练基地里的武装人员。他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下来。我又去找到魏同芳，问了他新游戏的进度，最迟明天就能够搞定收尾工作了。正准备离开，李璐急匆匆的赶过来。老板，
有麻烦了。怎么了？子弹壳公司忽然占领了灰鼠镇。不是说他们被其他的事情牵扯住了吗？怎么突然对咱们动手了？好像是因为他们的武装人员清理城市废墟的时候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所以调转了方向，朝着我们来了。这是想吞了我们？他们有多少人？他们有1500人，这次占领灰鼠镇出动了1000人，领头的是一名7阶强化人。7阶？我才5阶，肯定不是他的对手。走，我们去找贺佳年。我要第一个给 UP 主3连。